安海每次出门，无论是70岁的老头还是80岁老太太，见了都得喊一声老祖宗。侄孙女拜见周瑜叔公。侄孙拜见周瑜叔公。起来吧，不必多礼。周瑜叔公，过几天村里有场丧事，需要您来主持。我操！好的，我知道了。终于到了。夏嫣然，大燕国如今最为炙手可热的一线小花旦。这一次，她被邀请作为常驻嘉宾主持田园的生活综艺节目，而且会全网直播。小朋友你好，你能不能告诉姐姐一下，这里是不是周家村呀？哈哈哈！你们瞧见这位小朋友的眼神了吗？太草了，哈哈！我为什么感觉这小学生身体里像是住着个7老80岁的灵魂啊？不瞒你们说，刚才面对这位小朋友那眼神，我居然有种过年回家时见了我爷爷的感觉。对，这里就是周家村。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呢？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找你们村长呀？我叫周瑜，走吧，我这就带你们去找村长。那就谢谢你了，待会儿姐姐给你买糖吃。你们是来做节目的，我不要你的糖，你们能多宣传宣传我们的家乡，带动我们家乡农贸事业的发展，那就最好了。我靠，我听到了什么？这真是从一位小学生嘴里能说出来的话。哈哈哈，这位小朋友天生就是块当领导的料子啊！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是冲着夏嫣然来看这个节目的，现在却对这位小学生感兴趣了。走吧，村长家就在前面。夏嫣然这才回过神来，实话实说，刚才她也被这小朋友的话给惊到了。很快，在周瑜的带领下，一行人就在一个院门口停下了。看到来人，一个头发花白老头子兴冲冲的从大院里跑了出来。哎呦我的老天爷！哎，曾叔公，您什么时候回咱们村的？怎么也不跟曾侄孙说说？他所说的曾叔公在哪儿？该不会是……你们是谁？来我们周家村干嘛？老人家您好，我们是来做节目的，要先找村长商谈商谈。哦，找村长啊！你等等，兔崽子，快出来！城里拍节目的来找你来了。爸，你都知道是节目组了，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叫我大名不行吗？大什么名？快过来，先给你玄叔公磕个头。玄叔公回来了，在哪儿？我正找他老人家呢。那位神秘的曾叔公，该不会就是这看起来最多6、7岁的小朋友周晨吧？这不可能吧？玄侄孙周天养拜见玄叔公。天养长大了，别多礼了，快起来吧。哈哈哈，这位小朋友也太逗了。这村长30岁的时候，怕是周瑜都还没出生吧？还说什么长大了啊？搞得好像他是看着村长出生长大的一样。哈哈哈，太有节目效果了！我已经不想看夏嫣然了，只想管住这小朋友。妈呀，乐得我吃饭都呛到了。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这小孩子辈分这么高啊？这很正常啊，在那些注重宗族观念的乡村里，几百上千年的传承下来，的确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我每次回家过年都得管一个小屁孩叫叔叔，不过比起这村长，我可要好太多了。你们就是田园的生活节目组的吧？文件我已经收到了，待会儿我找个人带你们去拍摄场地。玄叔公，全村上下都在等着您回来呢，还好您请到假了。生死有命，世事无常。我那大侄子活了101岁，此番驾鹤西去，也算是喜丧了。是啊，要是我能活到101岁再死，那也满足了。只不过玄叔公还有件事我们想拜托您。说吧，什么事？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一定办到。玄叔公，您知道的，当年由于您年纪太小，三曾叔公短暂的担任了我们周氏宗族的族长。现在三曾叔公死了，一来这喜丧肯定得由辈分最高的您来主持，二来这族长之位只怕也得由您来当了。没听错吧？一个7岁的小孩子主持葬礼，而且还要当族长。天哪，闹着玩的吧？总不可能因为周瑜看着稍微比同龄人心智成熟点，就让他主持喜丧吧？这也太离谱了。是啊，一个7岁的小孩子懂什么？怕是流程都搞不明白吧？对，而且这还是101岁的喜丧，只怕到时候全村的人都得来参加。还有周瑜这么小，让他当族长，要是真遇到周氏宗族里有什么纠纷，他能处理好吗？主持人，你劝劝这村长呗，刚才他看着还挺干练的，怎么突然就糊涂了？那个村长，我觉得喜丧这种大事还是好。没曾想，就在这时，周瑜掷地有声的开口了。水大师意外穿到平行世界一个7岁小孩身上，各种经典名著、唐诗宋词等，在这个世界从未出现过。丁，请宿主以周氏宗族族长的身份，亲自主持完成一次红白喜事，完成的评价度越高，得到的奖励就越丰厚。所谓穿越者必带系统，正愁自己这么一个7岁的小屁孩，谁肯请我主持红白喜事？这不刚巧就遇到了。玄叔公，那就多拜托您了，三曾叔公的子女们一定会很感谢您的。日子选好了吗？选好了，要不玄叔公您给我们看看。胡闹，真是胡闹！这村长干什么？居然要让一个小孩子帮忙看日子？我还不信了，一个7岁的小孩子会看什么黄道吉日？我也是干风水道士这一行的，我都是跟着师傅学了半年才会看日子的。我也不信，这7岁的小学生要真会看日子，我倒立撒尿。
记住我昵称。这可是大事，你们这些小辈不太懂，别一时糊涂弄错了。告诉我定的哪天？好，玄叔公，我想想，好像就是在大后天。那可不行，改成明天吧。好，听玄叔公您的。要不是知道田园的生活这档栏目从来就没有剧本，我真要以为这是节目组请来演戏的了。哈哈，这也太离谱了，这村长咋会这么听这小朋友的话？别说听话了，你信不信过年村长还得给这小孩子磕头？没错，我就体会过，在种族观念浓厚的地区，很讲究长幼有序的。这日子就这么换了，真就一点不讲究的。这7岁的小孩子是怎么算出后天是脏凶的卦象？这就算了，竟然被他改成了明天这个吉日，这肯定是瞎猜的。对，没错，就是瞎猜的。周叔，我要跟我二哥断绝关系，我实在是忍不了了。分家就分家吧，你这种兄弟我不要也行。二狗子、三娃子，你们俩怎么搞的？怎么打成这样？玄叔公，您可要给我做主啊！我二哥他实在是太欺负人了。玄叔公，你瞧我三弟把我这一通打的，您可要给我评评理啊！你们先说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打架？对，正好曾叔公在这儿，你们谁受了委屈的，让曾叔公给你们主持公道。没听错吧？让一个7岁的小孩子给2个30多岁的汉子主持公道，是不是有点太魔幻了？哈哈哈，我不行了，这也太搞了！这个村子到底咋回事？周瑜小朋友看样子也才刚上1、2年级吧，居然要给2个成年人主持公道，这真是离谱的外公给离谱的母亲开门，离谱他妈到家了！玄叔公，我跟我二哥，呸！我跟二狗这小子合伙开了个养鸡场，您是知道的。怎么是因为分钱分的不满意吗？是啊，玄叔公，当初开养鸡场的时候，我们明明说好的赚了钱利润55分，但谁知道三娃非要分70%。三娃，你这有点黑啊，都是自家兄弟，你这么欺负你哥哥，是不是就仗着你长得高大些啊？我也觉得这三娃也太黑了，瞧把他哥打成那样。我支持二狗，对，我也支持二狗。周瑜虽然才7岁，但应该也能听得出是三娃的错吧？可别偏向了三娃，那就昏头了。昏头，他一小孩子懂什么？别着急，根据刚才的观察，我觉得周瑜的心智还是比同龄人更成熟些的。事情都明显成这样了，他应该能公正评判。二狗，你确定事情真如你所说吗？你说呀，怎么玄叔公一问你，你就不敢回话了？玄叔公，我就实话跟您说了吧，这养鸡场1年多来，全都是我在打理，二狗连管都没管过。鸡仔是我亲自挑选的，饲料是我一卡车拉回来的，我天天起早贪黑，好不容易土鸡养大了可以卖了，我这么辛苦，您说说，是不是该多分点利润？当初说好了，我们1人出1半钱，利润也是55分，你辛苦又怎么了？没我出钱，我们这养鸡场开得起来。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件事说是二狗的错吧，好像也是，他不该这么懒。但要说三娃多分钱吧，好像又不对，毕竟2人一开始就说好了的。我靠，这么听下来，好像三娃多分点也没错啊。对，连二狗太鸡贼了，都知道欺负他弟弟。你这话说的，说好的55分，难道说变就变吗？前面的你是不是脑子瓦特了？让你独自辛苦1年，却只拿1半的钱，你愿意吗？这种事连观众们都各执一词，周瑜才7岁大，又怎么可能解决得了？二狗子、三娃子，你们2个说说，是钱重要些，还是你们亲兄弟之间的感情重要些？2人均是一愣，心中的想法有些许动摇。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话一出，兄弟俩都是浑身一震，瞬间瞪大了眼，意识到自己简直是大错特错。是啊，他们兄弟俩就跟这首诗里说的一样，明明是同一个妈生的，为什么非要为了点利益闹成这样？三弟，你拿7成就7成吧，这1年来我也忙，这才没工夫顾养鸡场的生意。别说7成了，8成都是你应该得的。不，二哥说好的5成就5成，1成我都不多要，你要是不同意，这钱我1分都不拿了。这样才对嘛，你们亲兄弟理应互相谦让，和睦相处的为好。卧槽，我听到了什么？这也太牛逼了！非但平仄和韵脚对上了，而且这首诗的立意更是绝了，完美的解决了这2兄弟的矛盾啊！而且你们发现没有，这首诗特别的朗朗上口，我只听1遍就记住了。我现在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年仅7岁的周瑜在村子里能够这么受人尊敬了，这也太牛了！7岁小学生为调解村中矛盾，出口成诗，竟震惊专家。天才，这位叫周瑜的小朋友真是天才，连我这样的老家伙都自愧不如。哪怕他只有7岁，我都觉得可以邀请他来水木大学的中文系和古汉语系给本科生乃至研究生们讲课了。恭喜宿主成功解决一张族内矛盾，获得成就奖励未来商机1条。一家名为金产跨国矿业的公司即将在3天后于国外某处公司的地产内发掘出一个超大型金矿，使得该公司股价最高会上涨到11.5倍。前世我也算是个老股民，只要现在买入这股票，再在最高点时抛出，扣除手续费，就能直接赚11倍往上，简直就是个绝佳的发财机会。正好趁着今晚全村一起给我弄接风宴的时候，让村民们集资给村委会，我再以村委会的名义带着大家一起投资赚钱。村广场摆满了100多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那诱人的菜品都冒着热气，
气，村民们喜气洋洋，围坐在一张张桌子前。村子里的人全到了，无一缺席。玄叔公，您老人家回来了，可想死我了。曾叔公好，晚辈给您请安了。老祖宗可盼到您回来了。阿福，听说你最近又要生了，可以啊，我们周家村第53代人里，除了那几个小子外，就属你最有出息了。嘿嘿，曾叔公，那都是您教导的好啊。等等，我是不是眼花了？这段对话其实是不是该反着来？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周瑜小朋友这有板有眼的，还真有点长辈的样子了。重点难道不该是这位看起来已经50多岁的镇长吗？他也太配合了吧，哈哈哈！各位周家人，曾叔公要发话了，大家都安静点。首先感谢大家弄的这接风宴，辛苦你们了。玄叔公，您老客气了，给您老伴接风宴，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有什么辛苦的？对，毕竟曾叔公您现在上小学了，可得大半年才能见到一次，我们都想您想得紧呐。那我也不跟大家说客套话了，其实我这次提早请假回来，不但是为了明天操办我那侄子的喜丧，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我准备带大家投资赚大钱。你们每一家每一户，如果愿意的，有多少钱就出多少，都放到村委会去，我明天就拿去投资，保证让你们很快就见到丰厚的收益。我听到了什么？周瑜这么个7岁的小屁孩，居然要带领全村投资，离谱，简直比写小说还离谱。7岁就敢玩投资，周瑜这才叫真的科幻啊！3体人来了都得靠边站。我靠，只怕没有哪个村民真的敢跟着投资吧？这不是纯属把钱扔水里吗？曾叔公，我们家有22万存款，我们听您的，今晚就交给村委会。您知道的，玄叔公，我们家在城里做了点5金店的生意，家里有快100万存款，我也全投了。曾叔公，我家里这56万也跟着投了。周家村总共1000多人，300来户家庭，每一家能说得上话的都毫不犹豫表达了要跟着周晨投资的想法。妈呀，哪怕平均下来每户只出20-30万，那也得快接近1个亿了吧？疯了，这一个村的人都疯了，这要真亏完了，难不成这一个村的人都饿死？周晨一个小学生胡闹也就算了，周家村的人怎么能也跟着胡闹呢？紧接着就到了今天晚上最重要的。只见整个村子的村民都有序地排着队，站在广场的一处空地上，每个人手里端着一杯酒。只见周瑜他粉雕玉琢的小脸上满是肃穆，转过了身，背对着众人，朝着青牛山的方向举起杯子，那里是埋葬着周氏宗族历代先祖的地方。旋即开口道：周家村世代传承上千年，到了我这儿已经是第50代了。千年岁月，我们周家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勤劳踏实，过上了如今的好生活。今天得大家厚爱，我来担任我们周氏宗族的族长。我将率领我们周氏宗族继续发展下去，不负祖宗苦心，不负族人众望。说罢，周瑜举起酒杯，对着青牛山一敬，仰头一饮而尽。在他身后，上千周家村人亦是敬向青牛山里来着的先祖，举杯痛饮，旋即所有的周家村人全都跪了下去。周氏宗族上下全族拜见周瑜族长。站在一旁的两人早已经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不能说话，直播间里的人气也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飙升到了2个亿。太带感了，这就是周家村的宗族文化吗？妈呀，我7岁的时候还在喝奶呢，周瑜7岁居然就当族长了，还掌控了1个多亿的公司资金。可别提那1个多亿了，说不定过几天就亏完了。哎，我这侄子说起来运气也不错，前半辈子虽然一直在种田，但后半辈子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得享天伦之乐，倒也幸福，否则也活不了这么大岁数。哈哈，是啊，这可是喜丧，要是我能活到100多岁再死，我也心甘情愿。好了，接下来你们听我布置吧。难不成他真懂这些？我去，爱马仕最新款的奢侈品包包105万，而且有钱都还不一定买得到，这家人不简单啊！这算啥？你仔细瞧瞧，这男人手里盘着的翡翠珠子，老坑玻璃中帝王绿翡翠，就这一串就得上1000万。哈哈哈，俗话说得好，谁家没几个穷亲戚？我看周家村的人对这家人来说，就是所谓的穷亲戚吧。穆老板可真是难得见你一面啊！这小家伙是谁家的？长得还怪惹人喜欢的，你们请来的童星啊？穆老板，这话可不能乱说，这是我们周家的族长，我的玄叔公。啥？你的玄叔公？你上次来我们村子是10年前了，那时我玄叔公他老人家还没出生，你不知道也正常。周村长，我跟你可是同辈啊，这么说来，我也得叫这小屁，得叫这小孩子玄叔公。哈哈，是啊，可能你们那边不太讲究这个，但我们这儿无论什么场合，都必须要按照辈分和规矩办事的。行吧，
我活这么大也算是长见识了。对了，你们村有人认识风水大师吗？我最近要接待一个不夜城那边来的大客户，听说他们那儿很重风水，要是觉得谁家里或者办公室风水布置不好，连生意都不愿做。我最近找不到靠谱的，愁得不行啊。这次我三曾叔公的喜丧，请了市里最好的道士来，要不给你引荐引荐？行，那就有劳村长了。说曹操到，这不他们就来了。来，你们都过来，把那些东西也搬过来，接下来听我指挥就行。啥情况？在丧葬这块儿，我们可是专业的，一个小娃娃居然也敢来指挥我们。周瑜眼见自己冲那些道士们喊了2声，道士们却纹丝不动，他还以为是村广场太吵，自己的声音太小了。想了想后，当即走了过去。不要拿全月宝钱，20张灵章通宝钱，16张月宝钱，1张玉皇玄瑞钱，这么成一沓，备好9981沓。小朋友，小年纪就能认得出这么多名钞，谁教你的？你家大人也是干风水道学这一行的吗？这些你们不用管，按我说的做就行。谁家的小孩子个子跟我们捣乱呢？去，到你家大人去。忽然，一道威严十足的声音却是响了起来。为什么要多加1张玉皇玄瑞钱呢？还有月宝钱不是该15张吗？92吕道坦幽人真吉。对呀，周铁柱是卯时生人，又活了101岁，以他的八字，若是按照这个卦象推测，的确该多加1张玉皇玄瑞钱和月宝钱。看来这位年仅7岁大的小孩子，风水道学上的造诣只怕极高。此刻直播间内，观众们也是炸开了锅，哈哈哈！认真的嘛，周瑜小朋友刚才是点播了一位老道长。天哪，这不是乾坤道长吗？咱们熊猫市最有名的道场之一。不会吧，周瑜难道真的懂怎么主持喜丧？可他明明只有7岁啊！这么说来，周瑜真的懂风水道学。小朋友，你是叫周瑜对吧？你师傅是谁？难不成是龙虎山的那帮道士吗？我没有师傅。那你是从哪儿学的？奇了怪了，我自学的，不可以吗？你可别唬我，自学能学到这个程度，只怕再过几年，龙虎山都得请你去当小天师掌门人了。记住，香烛只能选征集大红烛6根就行，到时候按照前2离6的位置摆放。什么是前2离6？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你怎么教徒弟的？学艺不精也敢带出来走学？乾坤道长见自己被周瑜这么一个7岁的小娃娃质问，脸上也是有些挂不，不禁看向了徒弟们，怒斥道：让你们平日里好好钻研周易，现在丢人了吧？连一个小孩子都不如。对了，这征集大红烛按前2离6的位置摆放有什么讲究吗？我问你，日阳卦象里有6爻，分别是什么？分别是无有。自强名姓以德，便是阴阳两顾为坚，这是前2卦象的由来。阴阳两顾为坚的话，向内取之为反，左右进退为行，这也是前2卦象搭配离6卦象的原因。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常言道，3人行，必有我师，无论尺序，达者为先。周大师，多谢点播之恩。我靠，什么情况？这老道士刚才不是还挺傲气的吗？怎么突然就对周瑜下跪了？我的天哪，周瑜不会真的很懂风水道学吧？一个7岁的小娃娃居然这么牛逼，我接受不了。知道什么叫天才吗？人家能随口做出让水木大学的老教授都交口称赞的故事，懂风水道学不也很正常吗？男孩竟然带领全村子的人，花了2亿3千万买入了一个跌到谷底的股票。一大早，周瑜便来到了村委会中，此时转账已经全部到位。周天养正一笔笔的核对着。玄叔公，您来了。天养，这次一共筹集了多少钱？一共302户，517人汇款到我们村委会，筹集了2亿3527万资金。周瑜闻言不禁颇有些意外，他本来以为最多只能筹集到1个多亿，没想到快接近2.5个亿了。看样子村里的有钱人不少啊。周瑜这般想着，当即看向了周天阳道：天养，接下来你按我说的做。玄叔公，别说您现在已经是族长了，就是您不是族长，作为小辈，我也肯定听您的。好，你知道怎么购入外国的股票吧？这个简单，不瞒您说，我们村之前也集资买过一些外国股票，只不过都是小打小闹，比不上这一次数额这么巨大。此刻，周天阳的心中也是多多少少有点疑惑。他虽然无比敬重如今已是族长的周瑜，但也十分好奇周瑜到底要怎么投资。毕竟说来说去，周瑜也只有7岁，怎么想也不可能懂投资的。很好，你现在搜索金产国际矿业公司，把这2个多亿转成外汇，全部购入这家公司的股票。周天阳一听，心中不禁一惊，没想到周瑜叔公玩真的，好的，周瑜叔公都听您的。周天阳有些手抖的看了一眼这个公司的曲线，很明显已经跌到谷底了。见状，周天阳的手抖的更厉害了。周瑜叔公，我们真的要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吗？全村人集资的这2.3个多亿，要是投进去了，那直接就得亏到裤衩子都不剩了。
想到这儿，周天养战战兢兢地看向周瑜。周瑜叔公，作为晚辈，我建议我们要不等等，让我找几个投资行业的朋友，先问人这家公司的情况。不用，就买这个，买完把信息公开给大家伙看看，让大家知道他们的钱都去哪儿了。这2.3亿里也有周瑜家中的100多万，乃是他昨晚打电话让母亲转到村委会里去的。自从爷爷和父亲为村里牺牲后，周瑜的母亲就一直在城里忙事业。由于周瑜的母亲是外姓，虽然辈分比周瑜还高，却是当不了族长。事实上，周天阳也明白，即便是亏了，周家村的人也半点不会责怪周瑜，甚至让他们直接把这笔钱送给周瑜都行。好，玄叔公，我听您的。当即，周天养开始操作了起来。紧跟着，按照周瑜的指示，周天养将这笔钱的去向公布在了村委会的网站上，供村民们自由查阅。而见到这消息的瞬间，一个个短视频和一篇篇通告如雪花般散落向了全网。疯了，真的是疯了！一个小孩子说胡话也就罢了，怎么一村子的人都跟着发疯？为什么一个村子的人能眼睁睁看着一位7岁的小学生把足足2.3个多亿的款项送出去打水漂？完了，这周瑜和整个周家村的人都失去了理智。2.3个多亿一定会被套牢，然后亏光。男孩为侄孙主持丧事，遭经验丰富的老道质疑，3言2语折服老道。接下来你们就听周瑜大师的，他让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胆敢违背者，逐出师门。丁，负责任务已激活，任务要求寻回失落的周氏宗族的族印，并重修周氏族谱。任务奖励：1、10亿现金；2、提升周家村的福泽与气运；3、百病不生体质；4、龙虎山师传1000年的天师道袍与天师法器全套；5、福泽宝箱3个，可从中开出全人类梦寐以求的奖励。这族印早在明朝中期便失落了，明朝中期到现在快500年了吧？想要找到这周氏宗族的族印，简直比登天还难。好在这福泽任务没有时间限制，可以慢慢来。这位老者叫周天雄，可谓是鹤海商界的传奇。从一位餐馆的服务员白手起家，到如今建立了偌大的一个商业帝国，麾下的资产遍布房地产、医疗、教育、金融、互联网等等诸多产业。这等风水造诣，只怕是不夜城的那些风水大师也比不上吧。爷爷，您怎么突然对直播感兴趣了？咦，好可爱的小孩子，这是什么节目呀？什么小孩子？按辈分算，他是我叔公，是你的玄叔公。这不可能吧？什么不可能？也是，我们家作为周家的支脉，流落在外60多年了，你不知道祖地也正常。祖地，意思是这个小山村才是我们的老家吗？是啊，我也老了，现在什么都不想，只想回到天福省熊猫市外的周家村，认祖归宗。此刻牧民的心中是激动的，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些日子里，一直辛苦寻找的风水大师，居然是自己7岁的玄叔公。就在刚才，他亲眼目睹了乾坤老道长受到周瑜点拨，对着周瑜下跪的一幕。玄叔公，我来给您请安了。啊，你是？您不认识我也正常，我叫牧明。上次我来村里迎娶我媳妇的时候，玄叔公您还没出生呢。我是周铁柱的曾孙女婿。玩，整天就知道玩，见了长辈都不知道招呼，快喊人。啊，爸，哪位长辈？你眼睛瞎了吗？就在你面前你都看不到。这啥玩意？快叫人！我想想，就喊老祖宗。老祖宗好。小孩子就要多努力读书，将来长大报效社会，别整天玩游戏，明白吗？哈哈哈，太搞笑了！一位15、16岁的高中生居然喊一个7岁的小孩子为老祖宗，喊完还被训话了。妈呀，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这节目也太下饭了。有一说一，我被激励了。一个7岁小孩子都知道不要太过沉迷于游戏，我以后也不打游戏了。玄叔公这是在教你呢，你听见了吗？知道了，谢谢老祖宗的教导。说吧，你们找我干什么？玄叔公，本来这种事是不该麻烦您老人家，但我实在是找不到人，走投无路了。什么事？玄叔公，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就跟您直说了吧。我们公司想跟不夜城那边的大客户谈一个价格不菲的大订单，这几乎关系到公司未来3年内的盈利和发展。但是您也知道，不夜城那边的生意人从来都特别迷信风水。所以你是想让我给你的办公室布置风水格局？对，玄叔公您要肯帮晚辈这个忙，以后您就是晚辈的大恩人。你们这合作谈到哪一个阶段了？不瞒您说，刚达成初步合作的意向，要是他们不满意，随时都能换其他公司合作，我竞争对手挺多的。这样，等谈合同那天，你直接把他们叫到村里来，我保你这一单生意能谈成。真的吗，玄叔公？我是你玄叔公，还能欺瞒你个小辈不成？
多谢玄叔公，多谢玄叔公。正好我那客户这次来内地也想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玩玩，3天之后他就会到，我到时候就带他来我们周家村。别的不说，周瑜是真有出息啊，7岁就能帮人做生意了。是呀，等他长大了，只怕更不得了。多亏了周瑜，我们的节目已经是全国大爆款了，一堆1线明星抢着来上这个节目呢。秦飞，大燕国天后，她以独特歌喉和创作才华闻名，却为中秋晚会筹鼓。尽管谱好了曲，歌词却难以满意。为求灵感，她推掉行程，苦思半月无果。恰好这田园的生活最近爆火，经纪人推荐她参加。秦飞姐姐，这么可爱的小孩子是谁家的？难不成是这家院子的主人的孩子？你就是节目组新来的嘉宾吧？你说我吗？是啊，不是你还能有谁？我家挺宽敞的，这几间屋子你随便选就行，别客气，也不必感到拘束，就当这儿是自己家就好。哈哈哈！没想到无论出席什么场合，都波澜不惊的，居然一见面就被周瑜给镇住了。还得是周瑜啊，实在太有节目效果了，哈哈！我现在越来越期待周瑜跟接下来的嘉宾们的互动了。你就是夏嫣然吧？我听说过你，夏总的女儿。哇，你知道我吗？对了，那小朋友是谁？秦飞姐姐，你不知道他吗？我还以为你就是冲着他来的呢。难不成他也是节目组的常驻嘉宾，是位童星吗？不是的，你去抖音上看看就知道了。秦天后还是那个秦天后啊，我行我素，来参加节目都不带事先了解一下的。秦天后那么有才华又有成绩，当然有资本任性啊。秦天后来这周家村居然敢不知道周瑜的大名，是不想混下去了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孩子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作词家呀，怪不得这么早熟。这样的天才，只要好好培养，往后成长起来，只怕能制霸整个歌坛的词曲界。你好，正式认识一下，我叫秦飞。你好，你们节目组大老远的跑过来也不容易，有啥事叫我就行，我在这个村子里还是说得上几句话的。好，我们可说好了哦。你自己看着安排吧，想住哪间屋子都行，我得去看书了。眼见周瑜就此进了屋，惊鸿一瞥间，秦飞瞧见了周瑜屋里那么多的古迹，心中已有了几分了然。秦飞姐姐，你想选哪间屋子呢？我来帮你布置吧。不用的，我自己来就行。恭喜宿主成功完成新手任务，正在评估周家村的人对此次喜丧的评价度，宿主所获得的评价度是 S 级。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新手奖励河图八卦盘。河图相传是伏羲氏根据龙马背上天然生成的纹路而绘制出的，包含日月星辰、天地五行、季节气候变换的星图。故老相传，若有人能懂得河图与洛书里的推演之理，领悟到其中的无穷奥妙的话，甚至能真正做到预测未来，算出祸福吉凶。现在这河图八卦盘已经到手，只要能完成那福泽任务，就能得到张天师的法袍和5件法器。这样一来，洛书八卦盘岂不是也能到手了？再过几个月就是中秋了啊！周瑜喃喃着，想起了前世的一首词，此刻心绪起伏之下，不禁颇多感怀，低声吟诵了起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没曾想，他刚吟诵到第2句，只见秦飞忽然走了出来，不可思议地瞧着周瑜。周瑜，你刚才念的是什么词？这是你自己写的吗？你是只写了4句，还是已经写完了？我刚才有感而发，胡乱吟了几句而已，让你见笑了。周瑜，算姐姐求你，你能不能把这首词完整的创作出来？无论多少价钱我都买，1个亿、2个亿，你随便开。你拿来做什么？再有3个多月就是中秋晚会了，我需要一首拿得出手的中秋歌曲。要是能根据你这词创作的话，非但是拿得出手，只怕能在全国范围内都引发轰动。你放心，到时候作词人肯定写你的名字。可以，只不过一时半会我不一定写得出来。没关系的，只要中秋前能写出来就行。好，以后有时间我就写吧。你放心，中秋前一定给你。谢谢你了，那我可就等着了哦。我要去睡了，你也早点睡吧。我暂时还睡不着，你去睡吧，晚安。就在周瑜准备睡觉时，忽然新的任务冒了出来。人生体验系统第1阶段任务，组长的夏庚节已到，请宿主以组长的身份带领全村上下成功度过夏庚节。节日的完成度越高，奖励就会越丰厚。7岁小学生花了2亿3千万买的股票，竟然暴涨11.5倍，赚得盆满钵满。大家别做梦了，
金常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要是能涨，我从此退出金融界。不是吧，不是吧，不会真的有人支持周瑜？周瑜那种行为跟把钱直接扔进水里有什么区别？要是他自己的钱也就算了，但这可是全村的钱，周瑜却拿他们的钱去打水漂。我至今仍无法理解那些村民在想什么，任由这么个7岁的小屁孩胡闹。无论他们想什么，等股票开始跌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当初自己究竟有多么愚蠢了。一旁记者又不忘煽风点火道：周瑜虽然只有7岁，但做的事却是很成熟，对此你们怎么看呢？哟呵，周瑜还能比我成熟吗？可笑就是我那5岁大的儿子也不会像周瑜这样拿着2个多亿去打水漂。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恶了。周家村的前村民们都没说什么，他们却弄得比周家村的人还在乎。然而就在此时，一条消息推送从手机里弹了出来，惊爆眼球！金展国际矿业公司发掘出了一座超大型金矿，公司股票即将迎来暴涨。有专家预计，待到明日开盘时，最高能暴涨5倍。刘姐，你快看，有爆炸消息！你这是怎么了？中奖了呀？比中奖还离谱啊！股票涨了！周瑜买的股票涨了，这不可能吧？天才，周瑜简直是天才，你知道吗？小刘，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明天要暴涨了。挂断电话后，紧接着又是几个电话打来。刘姐，算我求求你了，看在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你就让我上你们节目，我保证来了节目组后，把周瑜当小祖宗那样供着。姐姐，我当机全都推掉了，我下一期就来，求求你啦！我靠，早知道我也跟着买了，现在就变成富婆了，还做什么导演呀？周大师，求求您收我为徒，以后我就跟着你买股票了。滚！从今天起，谁再敢诋毁周大师一句，我跟谁玩命！周瑜，我的小祖宗，下一只股票买什么？能不能跟小弟透露透露？之前谁说的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要是能涨就退出金融界来着？大家理性看待此事，周瑜那小屁孩绝对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大家千万不要因此就跟着周瑜乱买股票。何佩玉，你个老狗，你不是说了只要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涨了，你就退出金融界吗？我支持何专家，周瑜一个7岁的小屁孩，怎么可能懂股票？运气好而已，我不信下次他还能运气这么好。放屁吧，你这是运气好能解释的？提前3天召集村民集资，然后毫不犹豫的全数购入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你管这叫运气好？我想不通，我实在是想不通。周瑜明明才7岁呀，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等等，网上不是在疯传说周瑜是个少年风水大宗师吗？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他算出来的？这也太玄学了，我不信。两人看得正起劲，只见周瑜从屋里走了出来。周瑜，你出来的正好，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暴涨了，你买的股票明天就要暴涨了，要发财了。哦，是吗？那倒还不错。玄叔公，你也太牛逼了，那股票只怕明天一开盘最高能涨5倍。哈哈哈，这下我的老婆本相当于直接翻了5倍啊！这都多亏了您啊，玄叔公。曾叔公，您实在是太厉害了，您当我们周氏宗族的族长，我是服气的。我就知道我们的玄叔公是无敌的，跟着玄叔公走准没错。好了，激动个啥？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难道没见过钱吗？都淡定些。曾叔公教训的是晚辈们失态了。身为族长，我肯定不可能带你们亏钱，你们也不要急功近利。明天这股票最多涨5倍，咱们不急着抛。玄叔公，涨5倍都不急着抛吗？要是往后又跌了怎么办？没大没小的，曾叔公的决定是你一个小辈能质疑的。哎呀，大葱，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怎么会跟天养这么个小辈计较？天养你也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还多，你不用担心，反正你们听我的就行。行，我们肯定听玄叔公的。周瑜之所以不急着抛售，那是因为他记得那次成就奖励透露出的未来商机，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价最高会上涨到原来的11.5倍，因此他当然不可能明天一开盘就抛售，那不亏大了吗？一旁导演刘姐见状，一颗本就蠢蠢欲动的心不禁燃烧了起来。这段时间的相处以来，他对于周瑜已经有了种莫名的信任。此刻，眼见周瑜不急着抛售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导演刘姐忽然意识到，这岂不是意味着这股票还能再涨？哪怕就涨个10%，自己这5个多亿投进去也能赚足足5000万了。导演刘姐不禁纠结了起来，到底买还是不买？5个亿可谓是导演刘姐的全部身家了。另外一边，经济学家何佩玉现场直播，组织一群网友一起讨论着股票的行情。大家不要盲目跟风，相信我，尤其是开盘的时候，千万不要买，估计一开盘就直接会接近5倍涨幅，到那时候只要买了就跌。我建议我们可以跟着周瑜的动作，他要是一开盘就抛售了，我们就不买；他要是开盘了还没抛售，我们就买。你是不是疯了？周瑜再怎么说也只是个7岁的小朋友，最多幼儿园毕业，这次纯属他运气好。反正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肯定不会买的，买了就跌，等你们裤衩子都输没了，我肯定笑死你们。各位股民们，包括那些投资机构，请听我一句话，周瑜所选择的这家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价，开盘时一定会涨到原本的5倍，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还能继续涨到5.3倍左右，然后就一定会大跌，大家千万不要买。
具体的原因我正在撰文，等明天封盘后就会发布出来，大家看了就明白了。何佩瑜这位经济金融界的重量级人物，说的话自然是分量极高。他这话一出，绝大多数股民都纷纷表示不买了。7岁小学生花2亿3千万买的股票，竟然一路跌到了谷底。一大早，村民们就聚集在了村广场中，一位位村民哪怕是不懂炒股的，此时都无师自通般的下载了炒股软件。我操，开盘了，开盘了！我的天，开盘价直接就是从 0.62 美刀涨到 3.1 美刀，这都快接近5倍了。涨了还在涨，天啊，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 3.13 美刀了。老天爷，还在涨，已经 3.28 美刀了。玄叔公你也太厉害了，您是怎么提前3天就知道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会大涨的？废话，曾叔公他老人家这么精通风水道学，肯定是算出来的。玄叔公，您能帮俺算算，我多久能讨到媳妇不？大家不要着急，股票有涨就会有跌，但金产国际矿业公司这只股票肯定会继续涨的，反正现在不是抛售的时候。我们都听曾叔公您的，您说什么时候抛，我们就什么时候抛。曾叔公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还多，跟着曾叔公总没错。曾叔公，你也太神了，随随便便就让我们的存款翻了5倍，要继续翻下去。别说我自己的老婆本了，就是我儿子和我孙子的老婆本也都能挣够了。然而就在这时，一位村民却惊慌失措的大叫起来：不好，跌了，股价跌了！坏了，还真的跌了！怎么就一会的功夫就跌到 2.9 亿美刀了？我的天，还在跌，已经 2.76 美刀了。不会一直跌回 0.62 美刀去吧？那肯定不会，但就这么跌下去，那谁也遭不住。大家别着急，现在跌是正常的，肯定是那些投行出手抛售他们在集合竞价时买到的股票了。周家村的人虽然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也有一些有见识的，此刻也是纷纷响应了起来。对，股价虽然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但被大量抛售时就一定会跌，大家别着急。反正我信曾叔公的，曾叔公您什么时候想抛售都行。股票有涨有跌，这很正常，你们千万别慌，跟着玄叔公的决定就好。而另外一边，经济学家何佩玉看见股票跟自己预期的一样，不禁笑出了声。我已经提醒过你们了，一个7岁小屁孩的话不能信，你们非要相信，那我也没办法。还好我听了何专家的话，没有在一开盘就买，太险了。我亏惨了，妈的，我开盘就买了，现在已经亏得不敢回家了。啥也不说了，以后我就跟着何佩玉教授混。预测的这么准，不愧是国际金融界的顶尖学者啊！各位，我刚才特意去查阅了周家村的网站，周瑜似乎并不准备抛售股票，他究竟在等什么？按照这个趋势，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价只怕还会再跌。所有购买了金产国际矿业公司股票的人都听我的，现在立刻马上抛售。接下来股价只会继续跌，跌到接近 2.3 美刀左右后才会停下，往后绝对不会再涨了。要是再涨，你们抛售了的都来找我，我赔给你们。这么说来，周瑜那小屁孩的确是什么都不懂，到现在他还持着股呢，估计还做着股价会继续暴涨的美梦吧，哈哈。周瑜走了狗屎运，赌中了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这只股票，本来算是成了周家村的村民们的恩人，但他要再不抛售，只怕再过几天就得变成仇人了，哈哈哈。我之前真是蠢，居然认为一个7岁的小屁孩真的懂什么金融，我都怀疑我是节目看多了被洗脑了。此刻，刘姐看着手机里何佩玉演讲的慷慨激昂，内心无比纠结。她忽然想到了什么，抬头看向了村广场中间的周瑜。只见此时的周瑜悠闲地睡在躺椅上，稚嫩的小脸满是淡然的表情。不管了，这次拼一把，我相信周瑜。这般想着，导演刘姐下定了决心，将账上的5个亿都购入了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玄叔公，晚辈来看您来了。慕名啊，你这就见外了，你是我的晚辈，你找我帮个忙，我作为长辈的帮你那是理所应当的事，你还送礼干什么？玄叔公，您这话说的，我哪能让您白忙活啊？您就收下吧，都是些小心意，不值几个钱的。这真的是一位7岁的小朋友跟一位40来岁的中年土豪该有的对话吗？是不是该反过来？哈哈哈，无论看多少次，都还是觉得好魔幻。不过有一说一，周晨这是办的地道。换我也服他。前面的你想认玄叔公就直说，我们都理解。行吧，你就放地上吧。那不夜城的富商多久来？今晚他飞机就到熊猫市，我准备给他接些丰厚，明天就带他到咱们这儿来。行，明天下午3点20，你把他带到村广场来，到时候我会布置好一切，我保你这大合同能签成。多谢玄叔公，多谢玄叔公。你去吧，我还得再眯会儿。好。玄叔公，那我们明天见。换了村子里其他长辈，面对慕名这么个有钱的大老板时，只怕都得唯唯诺诺的。没想到周瑜却是如此淡定，甚至还真把别人当成小辈来看待。还得是玄叔公啊！
有了曾叔公，我们周家村就算有主心骨了。只怕明天那不夜城的大富商来了，也得对玄叔公服服帖帖的。然而就在这时，只见二狗着急忙慌的从远处跑来，头上满是血迹。玄叔公，大事不好了！发生什么了？你别着急，好好说。打起来了！什么打起来了？说清楚。其他的村民们也是满脸懵逼之色，毕竟由于今天开盘的缘故，全村绝大部分人都来这村广场了，就几十个人没来，那究竟是谁跟谁打起来了？二狗，不会是你又跟你弟弟打起来了吧？两村械斗，7岁小组长带领村民们集结武器，前往械斗地点。严老六，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就因为我家开养鸡场，你家也开养鸡场，所以你家的鸡都死了，就是我下的毒。周三娃，到底是不是你干的？你自己心知肚明。哼，你不就是妒忌我家的鸡卖的比你们家好吗？我告诉你，我家的鸡每一只起码都得养够2年半才出来，当然会卖的比你家好。现在都被你个杂种给下药毒死了。严六哥，别跟他们说那么多了，我们一把火把周三娃的养鸡场烧了就是。对面村子的，你们动动试试。你们要是敢烧三娃的养鸡场，我们就直接烧了你们村。来啊，谁怕谁？我们严家村就没有孬种。今天不把你们弄死几个，我看你们严家村的是不知道好歹了。都给我住手！眼见周瑜带着300多人浩浩荡荡的走开，这些人立刻委屈的开口：“组长，严家村的狗崽子们要欺负我们村了。”打不打就一句话，组长您决定。严家村的人见周家村全村几乎都来，本来还有点胆怯，毕竟要他们50多个去打周家村300多个，那跟送死没什么区别。紧接着，只听身后脚步声响起，严家村500多个青壮年也是纷纷抄着家伙到来。你们周家村的人也就这样了，守着那老旧的族规不放，居然听一个7岁小屁孩的号令！哈哈哈！严老六，你他妈嘴巴放干净点，再敢对我们组长不敬，我绝对弄死你！7岁怎么了？我们组长虽然7岁，但你们一整个村子的人加起来都比不上他老人家。骂我们也就算了，居然还敢骂我们组长，这简直是叔可忍，婶是不可忍。严家村实在欺人太甚，你们上！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手，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小娃娃，叫你们周家村主事的人出来。老方子，你要是仗着年纪大就跟我装聋作哑，那我们就没得谈了。行吧，你之前既然说要讲道理，那我们就好好讲讲道理。6次养鸡场里1000多只鸡，昨晚死的差不多了，你们村必须得拿出赔偿，否则这件事不算完。照你这么说，这些鸡的死就认定是我们村的人干的？不是你们村的三娃，还有谁？他本来就跟我不对付。昨天晚上他趁我跟素芬，不是趁我跟驴蛋喝酒不在家，就跑过来偷偷毒死了我的鸡。我这也就是没抓到他现行，否则早把他给弄死了。老子昨天晚上12点钟就睡了，白天更是在河边钓了一整天的鱼，谁没事去毒死你的鸡？哼，人在做，天在看，做没做你自己知道。你心这么毒，总会遭报应的。你为什么就这么肯定，一定是我们村的三娃干的？我们这2个村里，就我和他开了养鸡场，不是他还能有谁？现在是法治社会，你得拿出证据，就这么空口污蔑人就能定罪，那你岂不是想送谁进监狱都行？我要是没证据，能带人来讨公道？你们自己看看，这是我养鸡场的监控录下来的，虽说比较模糊，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肯定就是周三娃那狗东西。周瑜接过手机看了起来，一个小养鸡场里上千只散养的土鸡，深夜已然都是睡了。忽然，只见一个黢黑的人影窜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包药，直接就开始往地上撒，旋即使劲一跺脚，将大部分的鸡都给惊醒了过来。这些鸡醒过来后，竟像是受到了某种诱惑似的，本能的就开始啄地上的药吃。那人影见状，这才悄然离去。没过多久，其中一只鸡鸡身直挺挺的倒了下去，然后其他鸡也是挣扎着，纷纷倒下。我就下载了这一段视频，反正白天的时候，等我到了养鸡场，我的鸡就已经死的差不多了。你这监控就像你说的，实在是太模糊了，单单从那人影来看，没法确定就是我们村的周三娃。冤枉啊，组长，我昨晚真的12点就睡了，不信你问我媳妇。我这不是在帮你消除嫌疑吗？你急啥？周组长，无论如何，那人影跟周三娃的确是有点像，你不能否认吧？别说那么多了，这小娃子身为组长，肯定要护着他们周氏宗族的人，他怎么会承认？这下事情可麻烦了。你说那严老六没证据吧？他偏偏有监控，但你要说他有证据吧？那监控似乎又什么也证明不了。哎，这种事最难搞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看周瑜怎么解决了。现在这个局面，只怕说着说着就要打起来，周瑜会不会有危险啊？我刚才又报了1次警，警司说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希望周瑜能支撑到警司们来吧。严白银，你好说歹说，也是一村之长，你难道就这么希望看到我们2个村子打起来？要是打死了人，你来负责。周组长，那你说说这件事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简单，我能直接通过卦象把真凶给算出来。周组长，你要是真能算出来，找出了真凶，让他赔了款，那这件事也算是解决了。对，只要那真凶承认了，
赔了钱给我，我就不找你们周家村闹了。好，那就一言为定。大葱，去我家的客厅把放在桌子上的八卦盘给拿过来。好嘞，组长您稍等。不是吧？周瑜难道真的能通过风水道学算出真凶？这要是真算出来了，那可就太牛逼了，都可以直接请周瑜去当警司局的特别行政顾问了。我去，虽然知道这不是节目效果，但看着也太刺激了，比看电影都刺激啊！但有一说一，我不信周瑜能算出来。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那位乾坤道长都直接称呼周瑜为周大师了，要是没点本事，周瑜能让乾坤道长心服口服？乾坤道长可是国内最知名的几位道长之一。7岁小学生竟然通过玄学算出了凶手。只见周瑜脚踏7星方位，手中拨动着八卦盘，开始念念有词。既济至无中，须至节任啊！脱落洞玄门，谁测此幽侠？周瑜这7星步和寻凶的法咒，竟是格外的有气派。众人看在眼里，只觉此刻的周瑜非但一点不像个7岁的小孩子，反而像是小说里的得道高人。尤其是2个村子里的人，本就因为文化水平不高，都有些迷信鬼神，此刻不禁都开始相信周瑜或许真的能将真凶算出来。严老六更是直接握紧了手里的铁铲，一等真凶出现，就上去将之制服。忽然，这夏日之中，一阵冷风吹过，2个村子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严家村的人看向周瑜的目光，更是有些畏惧起来。均是心想，这莫不是周瑜的神通，否则好端端的大热天为什么会刮冷风？眼见周瑜即将踏下第6步，忽然他却猛然睁开双眼，目中金光爆闪，看向了严家村人群的某个方向。不生亦不灭，熟记年节多，真凶有此现。待。随着周瑜这么一声大喝，扑通一声闷响，严家村里有个30来岁的秃头汉子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只见那秃头汉子满头黄豆大小的汗珠，脸色已吓得十分苍白。2个村子快上千人的目光都是看向了那秃头汉子。严白银更是奇怪道：黑猪，你干什么？没什么，刚才我走神了，周组长那一声大吼把我给吓着了。别狡辩了，毒死那1000多只鸡的真凶就是你。平白无故的，你可别冤枉人啊！哪怕你是周氏宗族的族长，也不带这样的。是不是冤枉？我们去你家后院看看不就知道了。你要看什么？当然是看你埋在你家后院的毒药。秃头汉子闻言，又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周组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我鬼迷心窍，我不该整严老六的，我这就认错赔钱。我刚才也不该瞒您的，您可千万别让小鬼来缠我。卧槽，我看到了什么？居然真的算出来了！周瑜也太牛逼了吧，这不可能吧？周瑜大师，我3年前偷藏着的1公斤金条失踪了，您能帮我算算吗？要是找到了，我分您一半。不过话说回来，周瑜也太厉害了，弄得我都有点想相信风水道学了。周家村和严家村的人更是震惊到了极点，毕竟严黑猪自己都承认了罪行了，这说明周瑜真的算出了真凶。严老六看向严黑猪，目中几乎要喷出火来。果然是你，狗杂种！除了周三娃外，老子最怀疑的就是你了。去年我家鱼塘里2000多斤的鱼，一夜之间都翻了肚皮，我一直没找到凶手。既然都现在这样了，那我也就直接问了吧，严老六，是不是你干的？你家鱼塘里的鱼死了，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就为了这个，你就来毒死了我的鸡？前年我准备挖鱼塘的时候，你非要说我那鱼塘堵着你养鸡场的路了，找我闹了好几次，除了你，我实在想不到还能有谁。龟儿子弄的！你不肯换个地方挖鱼塘，我不是又重新在养鸡场后面开了条路吗？要吵回去吵，别让周家村的人看了我们的笑话。还有严黑猪，既然你找不到证据是严老六毒死了你的鱼，但你却承认是你毒死了他的鸡，那你就得赔钱给他，否则的话，我们就把你捆起来送到警司局。周组长，让你看笑话了。我之前听说周家村选了个7岁的小孩子当组长时，还觉得是在胡闹，现在看来你这个组长的确当得好。周组长，啥也不说了，以后你就是我老六的恩人。等我这养鸡场重新弄起来了，我一定给你送几10只鸡过去。严家村的其他人更是用敬重的目光纷纷看向周瑜，十分感激的开口道：多谢周组长了，要是没有你，今天只怕我们2个村子都得死伤不少人啊！周氏宗族有了周组长，日后不愁不能兴旺啊！周组长，您这一身本事太厉害了，只怕这10里8乡的风水先生加起来都比不上您。别的不说，就单凭周瑜这份本事，严家村的人也明白，以后他们肯定有许多求得到周瑜的地方，因此不禁拼命的讨好起周瑜来。周家村的人见状，心里却是乐坏了。要知道，周家村和严家村斗了不知几百上千年，这还是头一次出现这种一整个严家村的人向周家村的族长低头的情况。顿时，周家村的村民们对周瑜的佩服又上升了许多。既然事情解决了，那后续你们就自行处理吧，我们先回去了。周组长您慢走。周组长，
有空多来我们村子坐坐呀。当即，周瑜带着周家村的人浩浩荡荡的回了村子。周家村的汉子们个个都昂首挺胸，自豪到了极点，仿佛得胜归来的将士。毕竟族长周瑜可谓是凭借真本事征服了一整个严家村的人。回到院子后，夏嫣然终于忍不住问道：“周瑜，你这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太邪乎了吧！”要相信科学，哪有什么玄学，都是我炸出来的。这2天我们全村的人都在关注股票的事情，那有啥作案动机？不用想也知道是他们村内讧。还得是你啊，周瑜。不过这股票现在一直跌，真没事吗？现在出手，我们还能赚一点。股票的事情你们别着急，这不是一时半会就会出结果的，后续一定会涨上来的。等涨到11倍就抛售。好了，没什么事，我回房了。第二天下午，众人早早便布置好了场地。还有20分钟，牧民估计就会带着那不夜城的富商到了吧？是啊，曾叔公，这可多亏了您老人家了。都是一个村的，说那么多干啥？好了，没事，我就先回去了。哎，好，今晚一定来我家吃个饭啊，曾叔公。安还随手布置的风水场地，竟帮47岁玄孙拿下18亿的合同。在这等风水绝佳之地，签下了这么个大合同，穆总。看样子以后几年我们都能赚大钱了。是啊，许老总，我们公司未来一定全力以赴，不会辜负您的希望的。那个穆总，你身后那位高人能不能替小弟引荐引荐？要是不方便也没事，可千万别触怒了那位高人，那样的话我罪过可就大了。许老总，我也不瞒着你，这次的风水格局的确是我请高人布置的，那位高人还是一位很照顾我的长辈，我的玄叔公。这牧明都快40多了，牧明的玄叔公也就相当于他爷爷的爷爷呗。这么说来，那位玄叔公怕不是得100多岁了吧？原来是一位也是高人的手笔。许老总心中感叹着，更是惊喜到了极点。他身为不夜城的大富商，对于风水道学的理解，自然远比旁人要深刻得多。别的不说，许老总家里的风水格局，就是请的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之一的钱九玄所亲自布置。单单是请动钱九玄大师的出手费，他就付了1亿2千万。许老总明白，在诸多风水格局中，这种只使用普通桌子椅子，选定好位置，就能调动天地山水之力，集于一身的大格局，可谓需要极高的道行。穆总，只要你能给我引荐这位高人，往后我的集团有什么生意，我第一时间考虑你。当真，许总？别的不说，哪怕他能接下许老总的集团的3成单子，都能让自己的公司再扩大好几个体量。那是当然，只要能见到那位高人，什么都好说。好，许老总，我这就给你引荐我玄叔公。他老人家不会就在这个村子里吗？是啊，几天前就回来了。我们走。当即，牧明带着许老总就朝着周瑜家的大院走去。就是这儿了。许老总，您稍等，我去敲敲门。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呀？你好，我们想来找玄叔公。那可真不巧，他在研读典籍呢，不准任何人打扰他，就连我们也进不去他房间。许老总的脸上也是忍不住的露出失望之色，不过却立刻收敛了，紧接着就满脸堆笑的开口道：“不碍事，求见高人，讲究的就是个缘分。既然今天没缘分，那我们改天再来也行。”对，既然玄叔公他老人家忙，那我们就不打扰了。等下次我来内地的时候，你再带我来求见这位高人就行。许老总，要不这样，我反正离村子近，随时都能来。您想求玄叔公什么事，可以委托给我。等能够见到玄叔公了，我一定求他帮你。可以，这倒是个好办法。虽然说无论如何，我以后都肯定是要求见这位高人的，但如果能先解决我的问题，那就再好不过了。其实嘛，我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我家里的风水格局，想请高人替我改换一下。这样，我给你发一段我家里的视频，到时候等高人有空了，你就拿给他老人家看看。好说，我就是天天守在周家村也得给您办到。穆总，别的不说，你办事的能力我还是很相信的，那就拜托你了。保证完成任务。许老总，今天下午的宴席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这就走吧。好，正好我也有些饿了。傍晚吃饭的时候，周瑜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下午的时候我听到有敲门声，是不是有客人来过？对呀，但你不是说过吗？你看书的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所以我帮你把他们给应付走了。嘿嘿，我厉害吧？那可真是谢谢你了。来的是什么人？有一个人我有印象，就是那个叫牧明的，另一个人50多岁，我可就不认识了。不过说话倒是挺气派的。那应该就是那位不夜城的富商了，也不知他们找我是干什么。玄叔公，您老人家在家吗？看样子他是真有什么事要求你呢，我去开门吧。
紧跟着，慕名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满脸笑容的走了进来，似乎来得太急，头上满是汗。玄叔公，晚辈可算是见着您了。怎么又带东西过来了？你再这样，往后我可不帮你了啊！玄叔公，真是对不住，我也就随便买了点，真没多想什么。你待会儿拿回去吧，以后想求我办什么事也不用带礼物，实在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请我去你们家吃顿饭就行。好，听玄叔公的。说吧，你这次找我是想干什么？其实不是我有事求您，是许老总有事想求您。是想让我帮他改改住宅的风水格局吧？玄叔公，您老人家是怎么知道的？这些富商若非遇见人生大事，平日里也就喜欢求求这个。玄叔公，怪不得许老总说您是高人，我现在算是见识到了。别拍马屁了，有他房间的照片吗？拿给我看看。有，玄叔公，您老给看看。周瑜接过手机，一张张照片和一个个视频的看了过去。你把照片给那富商发过去吧，让他按我说的做，所有画叉的地方的摆件全都去掉，然后第一张照片画圈的地方，你告诉那位富商，无论是关于我的住址还是其他的任何信息都不准有半分泄露出去，尤其不能透露给其他富商，明白吗？你自己也是，别把我的信息随便告诉其他人。好，玄叔公您放心。你去吧。7岁小学生布置的风水，竟然吓掉了专业的风水大师。看着这间屋子内满满的风水气运，钱九玄不禁满脸震撼。许老总，你这是？不瞒您说，钱大师，我遇到了一位风水大宗师，请他给我改了改家里的风水格局，怎么样？效果还不错吧？哦，何止是不错，就是把风水之首的宋老请来。不对，就是把龙虎山的掌教至尊请来，也绝达不到如此高深的境界。那看来我真的是遇到贵人了。许老总那位前辈是谁？无论如何，请你一定给我引荐。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忙，从此你就是我的大恩人。听到钱九玄如此说，许老总对于慕名的玄叔公的风水道学造诣，不仅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断，也更为的佩服了起来。不好意思，钱大师，那位高人说过，不准我透露关于他的任何信息，还请你理解。是了，这样的高人，我等凡俗之辈又岂能轻易见到呢？贺海省天舟投资集团董事长办公室，一位位商界精英站在这办公室中，均是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他们之中有坐拥房地产公司的富豪，也有互联网行业的新星，更有建筑行业的大佬。此刻面对这个男人，却都战战兢兢的，只因这所有的商界精英都是这个男人一手扶持和培养起来的。小刘，这个季度你这房地产干得不错，营业额破了100亿。小赵啊，你这建材行业可要加把劲了。我不是把小刘那边的建筑商的资源都给了你吗？怎么收益反而下降了？还有小许，我把互联网的板块交给你，是对你的信任，但你布局的进展太慢了，加紧一些。好了，安排的也差不多了，你们去吧。众多商界精英闻言恭敬无比的一鞠躬，旋即退出了天舟投资集团的总裁办公室。眼见众人都出去了，周天雄脸上一直保持着的严肃之色立刻舒缓了下来。如果我没记错，这几天村子里应该要收稻子了吧？真想再尝尝到花鱼的鱼汤的滋味啊！我也老了，是时候回到周家村认祖归宗了。我记得我们周氏宗族的历代族长都肩负着寻回族印的重任，这一次我还能把族印给带回去。这周氏宗族的族印乃是周天雄于11年前在一位外国收藏家的手里购得的，为此花费了足足600多万。我这次突然回去会不会很突兀？也不知道村里还有多少人记得我。忽然周天雄像是想到了什么，熟练地打开了电脑，进入了田园的生活节目的直播间。各位正在观看这个节目的观众们，我不知道你们之中有多少是我们周氏宗族失落在外的族人，但我想对这些族人们说，我们周氏宗族即将在5天之后举办重修族谱的大典，凡是我周氏宗族的族人都可持宗族信物回归故里，待修族谱的大典举行，诸位失落在外的我族之人就能寻根溯源，认祖归宗。重修族谱，这可是几十年才举办一次的宗族大典啊！叔公可真有魄力，才当上族长几天就能下定决心干这种大事。周天雄越想越是高兴，直接打开了家族微信群，发了一条消息：所有人立刻到我办公室来，我有大事要宣布。他这条消息刚一发出，短短1个小时后，家庭成员就全都到了，没有一个人敢缺席。身为周天雄的子子孙孙，他们虽然也十分惧怕老爷子，但当然不可能像那些商界精英一规规矩矩地站在办公桌前。爸，什么事这么着急？咦，老爷子，你啥时候开始看起综艺来了？这小孩子倒是怪可爱的，是童星吗？你还别说，这么可爱的小朋友绝对是童星没跑了。我怎么觉得这小孩子长得跟我们家的人有点像呢？是错觉吗？什么小孩子？这是我叔公。爸，你没开玩笑吧？
他看着最多也就6、7岁，居然是你叔公，那不得是我曾叔公了。哎，你们觉得意外，那也很正常，毕竟我们很少跟你们提起过周氏宗族的事。其实啊，我们周氏宗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家族，延续至今已经上千年了。爸，听您这么说，您是想回去了？是啊，非但我要回去，你们也得跟着回去。5天之后，就是我们周氏宗族重修族谱的大典了。这一次啊，我带着你们回去认祖归宗。周家村广场上，此刻村民们纷纷围住了周瑜，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玄叔公，您为啥突然想重修族谱了？我最近联系上了一个远房亲戚，但他没有姓吴，曾叔公，到时候他能回来跟着我们入族谱不？就在这时，只见周二狗拿着手机，激动无比地跑了过来。玄叔公，您快看，股票涨了，涨到3.2美刀一股了。才3.2美刀一股，不急着抛。二狗，不是我说你，你都3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毛毛躁躁的，就不能沉稳一点？玄叔公，您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您也知道，我这性子怕是很难改得了。是啊，曾叔公，他要是改得了，就不会跟他弟爸打架了。我这不是早就跟我3弟和好了吗？而且关系还变得比从前更亲了。说起来，这都是玄叔公教育的好啊。该说不说，你在这一点上倒还算听话。按照我们周氏宗族的族规，族谱每隔一段时间都得重修一次，所以我才想着趁着暑假把族谱给重修了。大家没意见吧？没意见，那肯定没意见。对，等今天收完了稻子，我这就去城里买菜，好好的准备准备。我也是，这次通过节目召集失落在外的族人们，肯定会有很多族人回归的。我们家家户户啊，都得多备些菜，招待他们。好，我们这就开始收稻子吧。正好5天后请回来的族人们吃稻花鱼。风水大宗师竟然上门挑衅7岁的小学生。玄叔公，不好了，有人来踢场子了。什么踢场子？是一个从不夜城来的50多岁的，自称是什么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说要来亲自考验您，戳破您的谎言。我已经叫人把他拦在村外了。玄叔公，您看要怎么处理？放他进来吧，让他来见我。周瑜，那钱九玄可是不夜城赫赫有名的风水大师啊，你真的有把握对付他吗？放心吧，即便是龙虎山的掌教至尊来了，也不算什么，更不用说不夜城的区一个风水大师。那个7岁的周瑜呢？我所料没错，他果然不敢出面见我。说什么呢？我们族长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就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待会真把你弄伤弄残了，你也找不到地方说理去。钱九玄闻言，目光冷冷地瞥了这些壮汉一眼，一股不怒自威之势弥散而出。瞬间，周家村的壮汉们竟是有些被他镇住，不敢继续开口喝骂。周大聪此时走到了近前，闻言心中也有些愤怒。钱九玄，你虽然是那什么不夜城的风水大师，但既然你是来踢场子的，那我们也用不着对你太客气。曾叔公刚才发话了，你要想找他，就自己去见他去。哼，没想到这周瑜年纪不大，排场倒挺大。也罢，为正我风水道学界的风气，我就亲自去会他吧。老头带路。周大聪纵然心中10000个不情，但想起曾叔公的吩咐，还是只得带着钱九玄来到了周瑜家大院的门口。钱九玄方一走进大院，就注意到了周瑜。近距离看来，周瑜这副长相却是玲珑剔透，灵气十足，简直就是修风水道学的好苗子。怪不得那乾坤老道，估计就是因为看中了周瑜的天赋，才会上演之前那么一出，想把周瑜捧起来吧。这乾坤老道揠苗助长，倒是可惜了周瑜这么个好苗子。干脆我劝他迷途知返，不要再跟着乾坤老道了，当我的衣钵弟子吧。你就是钱九玄吧？没错，怎么你认得我？之前不认得，现在你都找上门来了，我自然就认得了。钱九玄瞧着周瑜这副风轻云淡、处变不惊的模样，心中更是喜欢了。7岁就能有这般心智，若是踏入了风水道学一脉，未来必定会有极大成就。如果我没看错，直到现在，你对于周易的坤卦里那坤上坤下卦象的钻研，都还是止步不前吧？你是怎么知道的？钱九玄万万没想到，周瑜此番一开口，竟就直接点出了最近3年来在风水道学上一直困扰着他的最大难题。你的性格比较孤傲，或者说有些自命不凡，遇上这种问题，本来请教一下前辈们，交流就有解决的可能，可你总想着自己钻牛角尖，这才导致一直都未能寸进。我说的可对？你这又是怎么？93君子终日乾，夕惕若厉，无咎。在原地呆愣了好半晌后，钱九玄迷茫的眼神忽然恢复了清明。天师此番点拨，于莫学后进，无异于再造之恩，请受一拜。钱九玄的心中狂喜到了极点，周瑜这一番点拨，犹如醍醐灌顶，已然令得他拨开云雾，得见青天。看样子周瑜的厉害还远在我的想象之上啊！
还得是曾叔公啊，什么风水大师来了，都得服服帖帖的。你也算风水道学界之人，一身修为，属实不易。起来吧。钱九玄瞧着周瑜这灵气十足的脸蛋，讲起之前自己还想收周瑜为徒的想法，不禁感到十分荒唐。卧槽，别说收周瑜为徒了，就是我这把老骨头给周瑜当徒弟，都远远不够资格呀。周天师，此番点拨之恩，晚辈定当一生铭记。只不过晚辈却还有个困惑。但说无妨。天师，您是怎么看出晚辈在坤上坤下的卦象里遇到了瓶颈的？现在我就是说了，你也听不懂的，你年纪还太小了，研究风水道学的时日也还不够，等以后你年纪大了，境界到了，自然就会明白的。天师教训的是，晚辈的确操之过急了。什么鬼？7岁的周瑜说这50多岁的钱九玄年纪太小，而这钱九玄居然还一副十分认同的样子。要是周家村的人这样也就算了，可钱九玄一个外人竟也这样。天师，如若不嫌，可否到晚辈家中盘桓几日，也好让晚辈服侍您老人家，报答指点之恩。我最近有事要办，不过如果我哪天真去了不夜城，肯定会联系你的。天师肯光临我家，那就已再好不过了，晚辈定时可恭候。你这次回去之后，切记不可透露有关我的任何消息，明白吗？明白，晚辈自当遵从天师吩咐。只是天师，晚辈此番受您指点，境界大涨，若是有同道问起，若是咱们风水道学界的同辈之人，那倒是无妨，你尽可告诉他们我的所在，只不过也须得提醒他们，切记不要透露给那些富商们。天师您放心，我最多只告诉同为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的那几位，他们肯定都会守口如瓶。老许，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不行，这次无论怎么说，你也得把那位风水大宗师的住址告诉我。是啊，许老板，看在咱们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你就说说吧，算我求求你了。要不这样，小许，我今年带你投资几个原始股，以此换取那位绝世高人的信息，如何？一大帮不夜城的富商们围着许老总，一边赞叹着他这豪宅里那不可思议的风水格局，一边缠着他想要得到那位神秘的风水大宗师的住址。许老总哪怕十分心动，但还是守口如瓶，坚决不说。豪宅的另一处，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全都到了，正四处观摩着许老总豪宅里的风水布局。越是观摩，他们心中就越是惊叹，尤其是10大风水大师之首的宋老，更是心中震撼无比。他的风水道学的造诣无比接近天师之境，因此也就比其他风水大师们更能感受到这位神秘的风水大宗师究竟有多么深不可测。小钱，你是说你这次去揭穿那叫周瑜的7岁的小孩子的风水大师骗局，非但没能成功，反倒还被那小孩子给指点了，突破了困惑了你好几年的瓶颈。宋老，请恕我无礼，但在我看来，周瑜已然能够堪比道门天师了，即便是您，也远远比不上周天师。你说什么？钱九玄，你知道你在说啥吗？7岁的风水天师，这绝对不可能。诸位，你们小声点，可别让那些富商们听到了。小钱，你是怎么判断出那周瑜达到了天师的境界的？就凭周天师以周易里的一句卦象，就助我突破了瓶颈，这还不够吗？这种事我也能做到，郑婆也能做到。不对，他说到一半，意识到了什么。即便我和郑婆都能做到这等地步，但一位7岁的小孩子竟也能做到，这太不可思议了。小钱啊，我不知道你是遭遇了什么，但说话可要慎重啊！一位7岁孩童，怎么可能堪比道门天师？不瞒大家说，在我看来，能够比肩周天师的，除了龙虎山的掌教至尊，也就是当代道门天师之外，应该没有其他人了。这点的确是太过不可思议，所以你们不信也正常。小钱，你还忘了一个人。还有谁？正是这次出手帮许老总改动了风水布置的那位神秘大宗师。这我可没忘，但这位神秘的风水大宗师境界远超周天师和龙虎山的掌教至尊，而我之前说的可是比肩。大家对于这位神秘的风水大宗师的身份可有什么眉目吗？实在是太可惜了，明明知道当时有这么一位令我等高山仰止的大宗师存在，却无缘得知其身份，更无缘拜访。大宗师是拜访不了，但不还有一位小天师吗？看来我得找个时间去瞧瞧这位7岁的小天师究竟是真是假了。不错，我是信小钱的人品的，因此无论如何也得去看看。这要是真的7岁就能比肩道门天师的话，那可不得了。你们去拜访周天师无所谓，但切记不要透露他的地址乃至其他的一切信息，不然我罪过可就大了。周瑜此刻倒是不知道，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居然就要组团来找他了。对了，周瑜，那钱九玄之前称呼你为天师，他自己却是风水大师。风水天师和风水大师有什么区别吗？这么说吧，风水大师我们大燕国可能有30几个，但风水天师却只有1位，那就是龙虎山的掌门人。哇，
这岂不是说周瑜你已经是风水道学界里最厉害的了？算是吧。忽然，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了起来。玄叔公，我得到足印的消息了。具体是什么消息？我委托我一个大学同学帮忙打听，他是做外贸的，认识了一个国外的大收藏家。那大收藏家说他曾见过我们周氏宗族的足印。那外国收藏家在哪儿？快，带我去见见。玄叔公，我已经联系上他了，我们现在就能跟他视频通话。好，你打过去吧。哦，我的朋友，你应该就是刘先生推荐过来的那位吧？梅克奥普先生，你好，我就是刘和用的同学。哈哈，我知道你们的来意，你们是不是想寻找一方上面刻着寿命于天，继寿永长的蓝田玉印的下落？是的，梅克奥普先生，您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请务必要告诉我。梅克奥普正准备说话，忽然却是注意到了镜头里的周瑜。周天养先生，这是你的小儿子吗？长得可真是惹人喜欢啊！不，梅克奥普先生，您误会了，这是我玄叔公。玄叔公，周先生恕我愚昧，这在你们大燕国的文化里是什么辈分？你爷爷的兄弟吗？算起来的话，应该是我爷爷的爷爷的兄弟才对。你爷爷的爷爷的兄弟，上帝啊，那不应该150、60岁了吗？可为什么这位老先生看起来却只有6、7岁的样子？梅克奥普先生，假设你爷爷的爷爷生了10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每隔20年就能往下传承一代，第10个儿子却每隔30年才能往下传承一代，那过了100年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明白了，看样子你们就是宗族，是一个传承了很久的家族啊，辈分差距居然达到了这么大。不错，我们周氏宗族的确已延续了上千年，只不过在500年前，我们宗族的族印却丢失了。500年来，每一任族长都在寻找，一直寻找到现在。所以，这就是你们联系上我的目的。是的，梅克奥普先生，那方族印是在你的手上吗？还是在你朋友的手上？请务必告知我们。他7岁就是村里族长，不仅村里的红白事需要他主持，而且他精通风水，就连风水大师在他面前都得跪拜行礼。更离谱的是，他能通过视频一眼看出对方身体长了肿瘤。我建议你在我们通话结束后就去做一个全身体检，尤其要检查你的肠胃，相信我，不会让你白费功夫的。好，多谢了。挂断电话后，梅克奥普立刻站起了身来，朝着私人医院走去。很快，医生拿着一份报告单过来了。梅克奥普先生，还好您检查的及时。您知道吗？您的直肠里有着一颗0.5毫米大小的肿瘤。肿瘤？那我岂不是？不用担心，这是一颗良性肿瘤，只需要做个小手术取出来就好了。上帝啊，周瑜是怎么隔着视频看出来我有肿瘤的？这是救了我的命啊！周家村中，玄叔公大喜事，您孙子的孙子出生了。什么？我孙子的孙子到底是谁出生了？就是周大牛他儿子周武和，昨天生出来了个大胖小子。那就是周武和他孙子出生了，确实是我孙子的孙子。根据我们周家村的传统，他们等着玄叔公你给取个名字，以及根据婴儿的名字做一首劝学的诗歌。行，我们现在过去。龙家大院里，一位位闻讯而来的周家村村民早已喜庆地聚集在了一起。玄叔公，您可算到了，就等着您老人家呢。嘿嘿，玄叔公的文化水平那是没得说，由玄叔公来取名的话，估计不会再取个像周虎子这样寒碜的名字了吧？周二狗，你说啥呢？就你这名字，你也好意思鄙视我？萧何，你是想盼着孩子将来好好读书，还是做生意发财，或者是在外面当大官？玄叔公，不瞒您说，我其实还是想送我家孩子去城里读书的。既然这样，那就给这孩子取名为周勤学如何？周勤学这名字好啊，比我这周二狗强多了。我爹当年要是给我取这么个好名字，我也不至于高中都没读完就辍学了。周勤学这名字只能算是正常水平，但在一堆诸如周大葱、周二狗、周三娃之类的名字里，那就显得好太多了。谢谢玄叔公，这孩子有了这好名字以后，肯定会用功读书的。单是名字可不够，我这就赠他一首劝学诗。那就有劳玄叔公了。3更灯火5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卧槽！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好啊，实在是太好了！要是我们青春正好的时候不努力读书，等年纪大了，可就真的晚了。好羡慕周勤学，居然能得到周臣赠予的这种传世佳作。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现在算是明白了，玄叔公也真是把他多年的人生感悟都浓缩到了这首诗里，来教育我们这些晚辈。他7岁就是村里族长，不仅村里的红白事需要他主持，而且他精通风水，就连风水大师在他面前都得跪拜行礼。更离谱的是，他竟带全村人花了2亿3千万买股票，股票竟然暴涨了。曾叔公，天大的好消息！我们是不是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又要涨了？对，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由于之前股票大涨，
得到了充足的资金后，就扩大了探测范围，就发现那座超大型金矿下方居然还有更多的黄金。周瑜闻言，脸上倒是并不意外，但心里却是忍不住思索起来。根据那未来商机所说，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最终能涨到原本股价的11.5倍，也就是8.6美刀一股。这么看来，目前还是不急着抛售。大家如果愿意听我的话，那这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今天我们还是暂且不要抛售。根据我的判断，股价肯定还能再上涨。反正我肯定听玄叔公的。对，跟着玄叔公走，那真是一辈子吃喝都不用愁了。曾叔公，其实您根本不用问我们这些小辈的意见的，我们其实一早就决心全听您的了。对呀，而且我是真没想到啊，这股票都涨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居然还能涨，这下傻子才抛售呢。这时，只见村长周天养拿着个手机，着急忙慌的就跑了过来，脸上有按捺不住的狂喜之色。天养，什么事这么毛毛躁躁的？玄叔公，天大的好消息啊！说吧，什么好消息？昨天玄叔公您不是在节目上发布消息，说要召回我们周氏宗族失落在外的族人吗？怎么，已经有人联系上你了？对，而且玄叔公您一定猜不到是谁，居然是我们天府省旁边的鹤海省里那声名赫赫的大商人周天雄。没想到周老先生竟也是我们周氏宗族的族人，就是他刚才联系我了。这周天雄有信物吗？我特意问过了，的确是有的，而且这一次周老先生不仅仅是自己要回来，还要带着全家人都回来。周天雄家里一共有多少人？足足32口人，这下可真算是壮大了我们周氏宗族了。他们多久到？周老先生说乘坐的是自家的私人飞机，等赶到熊猫市的国际机场降落后，再坐车过来，可能下午的时候就能到了。这么说来，他们还能赶上周武何家的晚宴？是啊，玄叔公您放心，我肯定亲自去迎接周老先生他们一家人。都是咱们周氏宗族的人，可不能怠慢了。下午大院门口，此时竟是来了30多号人，为首的是一位老者。你就是周天雄吧？叔公，是我。我昨天刚看到您宣布重修族普照回族人的消息，这不，今天我就带着我这一家子赶回来了。族长，这是我爹娘当年准备离开周家村去鹤海省讨生活时，您爷爷给我爹娘的信物，而今我带着信物请求回归本家。辛苦你们了，我以周氏宗族族长之名欢迎你们回家。多谢族长。你们还没吃饭吧？正好村子里有家人生了小孩，要连办3天，晚上跟我一起去吃饭，也让村子里的人熟悉熟悉你们这一大家子。还好，没规没矩的，我之前交代过你们的事情都忘了吗？见了叔公都不知道问好。周天雄这话一出，周北游等小辈们顿觉十分冤枉。他们一开始就想跟这位7岁的曾叔公问好来着，奈何周天雄一直在跟周瑜寒暄，他们根本插不上话呀。曾叔公，晚辈给您请安了。规矩呢，都给我跪下！你们差着叔公这么多辈，第一次见面，哪有不磕头的道理？都起来吧。作为长辈的，我也没给你们准备什么礼物。这样吧，你们家选一个人出来，我给他测测运势。叔公，这份礼物太贵重了点吧？之前看节目时，周天雄可是亲眼见过那乾坤道长，口称周瑜为风水大师的。乾坤道长身为国内最有名的风水道士，不输于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的存在，却能如此敬服周瑜，可见周瑜的风水道学水平究竟有多么高。无妨。周天雄最心疼的就是大儿子，此刻看向大儿子周北游，让叔公给你测测。曾叔公，有劳您老人家了。周瑜目光仔细地看了看周北游一圈。你们天舟投资集团最近是不是有一笔财运被人给截胡了？曾叔公，您是怎么知道的？曾叔公，这一劫我们究竟该如何度过？还请您老人家指点迷津。放心吧，天舟投资集团这次财运被阻之事，不出1个月就能解决。至于究竟会被谁解决，这个是天机，不可泄露，暂时保密。真的，这可太好了。多谢曾叔公，多谢曾叔公。所以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不，咱们天舟投资集团的大劫，这下估计能安安稳稳的度过了。好了，快到饭点了，我们去周武何家吃饭吧。好，正好我们这一大家子也饿了。对了，叔公，这周武何是哪一家的后代？如果是跟你一辈的话，那就是周春鹤他们家的后人。怎么了？周春鹤，我可记得他呀，这小子是我堂哥，小时候还跟我一起去抓过泥鳅。这么说起来，周武何倒算是我的曾侄孙了。一行人当即出了周瑜家的大院，走向了周武何家。走着走着，忽然周天雄脚步一顿，睁大了眼。这是你家的老房子吗？是啊，叔公，60年前我跟我爸妈就住在这儿。本来以为60年过去，我家这老房子早该倒了，没想到居然还在。叔公，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们去看看。好，去看看。见得到周瑜允许，周天雄当即冲家里这30多口人一招手：“走，兔崽子们，去看看老子当年住的地方。”
一阵凉风吹过，这座明明废弃了60年的老房子里，居然有一个诡异的人影。周天雄的孙子孙女们几乎都要被吓哭了。忽然，周天雄这一大家子人都像是想到了什么，用求救般的目光看向周瑜。眼见周瑜满脸淡然，众人悬着的心更是稍稍松了些。牛娃子，你干啥呢？周瑜这话一出，只见那老房子里的人影从光线照不到的阴暗处走了出来。叔公，您可能不知道，这是狗剩他家的老房子。我小时候跟他玩的最好了，可惜他家在他10岁那年就走了，再也没回来过。我想他的时候，没事就来他家这房子里替他打扫打扫。你倒是有心了，不过你瞧瞧这是谁？叔公，这是您家的有钱亲戚吗？还是那些拍节目的请来的嘉宾？你真不认识他了？不认识，咱们家里可没有这么有钱的亲戚。牛娃子，是我呀！你真认不出我了吗？牛娃子，你当年偷你家里的鸡出来，我们一起做叫花鸡吃了，然后你被你妈打的，全村都听得见你哭嚎的声音，这件事你总没忘吧？你是狗剩，哈哈，牛娃子，你可算想起老子来了。狗剩，真是你回村了，你小子居然还舍得回来，你知不知道，咱们这帮老家伙没事都在念叨着你，就盼着你哪一天能回来呢？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其他人呢？小老三他们呢？当年村子里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很多都死了，也就剩我们几个了。是啊，毕竟我们都这么老了。不说这个，倒是你小子怎么突然想着回来了？我这不是都70多了吗？肯定得回村子里养老啊！行，正好把你家这老房子修一修，还能住。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我家里养了可多鸡了，绝对够你小子吃的。那我可不会跟你客气，哈哈。此刻周北游等人瞧见老爷子脸上那由衷的笑容，心里不禁都是颇为动容。他们总算是明白了，为何老爷子心心念念的总是想回到故乡周家村。就在这时，一个突兀的笑声打断了周北游等人的思绪。爷爷的小名居然叫狗剩。周北游转头一看，只见是三弟那刚满10岁的儿子，他不禁狠狠瞪了自家这阵眼。没大没小的，爷爷的小名是你能叫的。这小孩子立刻低下了头，十分畏惧的道：大伯，我错了。三弟更是丝毫不客气，直接给了自己儿子后脑勺一下。小崽子，是不是太久没打你了？连爷爷的小名都敢乱叫。这小孩子面对自家老爹反倒是不怕。我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嘛，又不是。他话刚说到一半，对上大伯周北游那严厉的眼神，顿时又住了嘴。这就是我这一大家子了，这是我大儿子周北游，过来叫叔叔。叔叔，哎，没想到啊，狗剩，你儿子都这么大了。你说你儿子不也该这么大了吗？行了，咱们快去周五和家吃饭吧，再耽搁都赶不上趟了。我正准备催你呢，你反倒催上我了。叔公，我们走吧，算算时间，估计刚好赶上他们开饭。10几分钟后，众人已然是来到了周五和家，准备开饭。周天雄忽然想起什么，一拍脑袋，见状，在一旁作陪的周大聪、周天雄以及牛娃子等人都是吓了一跳。周瑜倒是十分淡然，见状笑着问道：怎么了？叔公，您瞧我这糊涂的，居然忘了最重要的事。当即，周天雄从衣服内部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淡青色的玉印，十分恭敬地递到周瑜面前。叔公，我有样东西要送给您。周一股难以言喻的惊喜从他清澈的眸子里绽放开来。这是我们周氏宗族的足印。对的，叔公，我10几年前特地从海外买回来的。怎么样，我这是干的还行吧？不错，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周氏宗族的大功臣。2天后重修族谱之时，我以族长之名推举你为族老。族老？周天雄陡然瞪大了眼，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番回归祖地，非但能认祖归宗，和带着一大家子重入族谱，居然还能因为献上足印之功，成为周氏宗族的族老。叔公，您对我真是太好了。这是你应得的，寻回足印之功实在太大，想必我在重修族谱大典之时，一提出要推举你为族老，全族都会立刻同意，不会有人拒绝。此刻不仅仅是周天雄内心大喜若狂，周瑜更是高兴，手里拿着足印，不住地打量着。负责任务：重修族谱，认祖归宗，寻回失落的周氏宗族的足印已完成，尽可能的召回周家之脉未完成，重修周氏族谱未完成。眼见寻回足印这要求已然完成，本就认定这是周氏宗族足印的周瑜，心中更是彻底的放下心来。狗剩啊，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周天雄闻言，心中不禁更加动容起来，只因周瑜这一声狗剩的称呼，已然是相当于彻底的接纳了他。咱们都是周氏宗族之人，寻回足印，那自然是义不容辞。当年族长您的爷爷，也就是我玄叔公，为了找回足印，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因此即便是背井离乡多年，我都一直没忘记要把这足印找回来。你有心了，这次你非但为我们周氏宗族立了大功，也算是帮了我个大忙。往后你想找我帮忙的话，尽管开口。好，多谢叔公，多谢叔公。就凭刚才周瑜露的那一手，他几乎可以肯定，周瑜是比道门天师还要厉害的风水大宗师。一位风水大宗师的承诺，
那已经不是值多少钱的问题了。别的不说，只要能每隔几年请周瑜替天舟投资集团算算财运，以此驱福避害，这其中的巨大价值又岂是钱能衡量的？7岁就是村里组长，不仅村里的红白事需要他主持，而且他精通风水，就连风水大师在他面前都得跪拜行礼。更离谱的是，他竟带全村人花了2亿3千万买股票，股票竟然暴涨了。曾叔公，咱们买的那股票又大涨了，都快涨到8美刀一股了。别毛毛躁躁的，等我先看看。我的天，金产国际矿业公司的股票居然还能再涨，周瑜简直太厉害了。之前还有人说周瑜是靠运气，现在看看，这是单纯的运气能做到的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既然那乾坤道长都尊称周瑜为风水大师了，这其实是周瑜自己算出来的？哪怕周瑜真的是什么风水大师，但风水大师也不可能算得准股票的走向啊，否则的话，世界首富就该是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之首的宋老了。周瑜拿出了手机，看着股价的一路上涨，同时他开口道：周大松，你去叫你儿子召集好全村人，我马上就要抛售股票了，下午就让大家来村广场上分钱。在股价从8.55美刀跳到了8.6美刀时候，周瑜毫不犹豫，直接就开始抛售。眼见村民们都翘首以盼地看着自己，他淡然一笑，都抛售出去了，8.6美刀抛售的，扣除各种手续费以及外汇转换价格的波动的话，这一次每家每户都能赚到本钱的11倍左右。老天爷啊，我没听错吧？11倍，哈哈哈！这么说来，俺们家岂不是要变成大户了？我投了62万，现在是不是要有接近600多万了？玄叔公，啥也不说了，您就是俺周胡子的大恩人。对，以后曾叔公您叫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您叫我摸狗，我绝不脱金。咱也一样。哈哈，以后看周围那几个村子还敢不敢瞧不起我们周家村？那些村子修了好多楼房，了不起吗？我们周家村也能开始修楼房了。好了好了，我是组长，带你们赚钱，那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你们回去吧，下午都到村广场来，等着分钱就行。哦，羡慕啊，太羡慕了！我当初怎么就没跟着买呢？妈的，我现在只想抡圆了膀子抽自己。我要是一开始就跟着周瑜买入了股票，现在还愁什么首付啊？老子估计都能直接全款买房了。周瑜、周哥、周叔公，您还准备怎么投资啊？能不能带小弟？嫁我一个。人生体验成就解锁，成就跟着叔公买股票，叔公很高兴。作为周氏宗族的族长，周家村里辈分最高的存在，带领村民们赚到至少1000万，成就奖励正在抽取。恭喜宿主获得未来商机1条，沃变得投资公司的股票即将会下跌至目前的1/17，请宿主抓住机会。这股票下跌的话，要赚钱很简单，加杠杆做空就行。这一次只怕还能赚的比上次更多。看样子下午分钱的时候，又得让村民们再信任我一回了。与此同时，熊猫市通往周家村的高速路上，什么风水天师，我就不信了。周瑜一个7岁的小屁孩，难道还能给我们算命不成？尉迟正人愤愤不已，心中充满了不满。来，他是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排名第5的存在。就在之前，钱九玄取代了他的位置，令他排名由第5跌到了第6，因此他这才会连夜赶来熊猫市，会会那位所谓的少年风水天师。这儿应该就是周家村了吧？30多年了，可算回到咱们周家村了。走吧，咱们去找族长去。不怕告诉你们，族长虽然只有7岁，但算起来其实还是我曾叔公呢。看样子这里的确就是周家村没错了。哼，7岁的风水天师，我倒要看看到底是真是假。有意思，宋代的铜钱还刻着周家村的周字。他抬头一看，只见那一家子人的身影已然消失在了周家村里，想找都找不到了。算了，待会儿将这铜钱交给他们村子里的人吧。不是听说那周瑜是周氏宗族的族长吗？交给他也行。这般想着，尉迟正荣抬脚走入了周家村中。走着走着，忽然前方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二狗，昨天让你置办的东西置办的怎么样了？哦，这就是周瑜吗？倒是个修炼风水道学的好苗子。先考考他几个有关冲虚经历的测数，要是这都答不上来，别说什么风水天师了，估计连入门都没入。此时周瑜也注意到了他，尤其是看见了他手上拿着的铜钱。看样子又是一位失落在外的族人回来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是哪一家的？难不成这铜钱就是他们同族之间相认的信物？玄叔公，为什么咱们重修族谱的大典要特地买一块椭圆形的雨花石放在？是放在咱们村广场前3正午的方位，这便符合了先天八卦中艮七坤八的道士，能形成老阴少阳的卦象。二狗子，你说你啊，跟你讲了这么多遍，你都还是记不住。小伙子，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家的啊？你说说你叫啥名字，我给你去问问。玄叔公，
俺叫周卫荣，这枚铜钱听说是从我爷爷的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所以俺才不知道俺是哪一家的。俺之前在电视上瞧见您在召集我们这些失落在外的族人，这不立马就推掉了所有的工作，马上赶回俺们周家村里来了。你倒是有心了，无妨，只要能持着信物回村，那就都是我们周氏宗族的族人。你饿了没有？待会儿我带你去赴宴，顺便把你介绍给村子里的父老乡亲们。那感情好，俺这次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就怕乡亲们不认我呢。不会的，只要是我们周氏宗族之人，大家都会很乐意接纳你的。对了，玄叔公，俺刚才听您老人家说，那玉花石只要放在村广场里前3正午的方位，就能形成老阴少阳的卦象，这是为啥呀？小伙子，你懂风水道学？是啊，玄叔公，俺跟俺爹学过几年，可惜俺爹死得早，不然俺可能也能干风水先生这一行了。不错，我这正缺懂风水道学的人手呢，这几天你就跟着我吧。至于那老阴少阳的卦象问题，你过来，我跟你细细说说。哎，好。玄叔公，要是能早些遇着您就好了。听您讲这么几分钟，胜过我自己苦心钻研几10年啊。那前九泉根本不是得了什么风水道学的传承，就是受了周天师的点拨，才会导致风水道学境界大涨。7岁就能堪比道门天师了，只怕再过10几年，周天师有望冲击风水大宗师之境了。一念及此，尉迟正荣更加坚定了要追随周瑜，替他鞍前马后的想法。走吧，小伙子，我们先去吃饭。哦，对了，吃完饭你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来村广场，玄叔公带你赚钱。好，俺都听玄叔公的。此刻他瞧着周瑜那幼小的背影，心中不禁大呼侥幸。还好自己没有一上就去问周瑜关于冲虚经历的测数之法，否则的话，只怕自己这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的身份就要露馅了。7岁小学生花2亿3千万买股票，竟然赚了20亿。更离谱的是，竟然还要拿着20亿去投资。村广场中，上千位村民早就喜气洋洋地聚集在了一起，等待着分钱。好了，各位都看向我，接下来我要宣布个事儿。这周天师小年纪，居然能一言而号令全村，这等威望，只怕其他村的村长都比不上了。大家都是本族之人，我也不跟你们多客套了。事实上，带大家赚个8倍、10倍的钱，根本不算什么。作为周氏宗族的族长，我的目标是带领全村真正意义上的致富。这一次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还是和上一次一样，大家能投多少钱，尽管都投给村里集资。当然，由于上次的钱还没发，这次我的建议是，实在需要钱的可以取一部分出来，剩下的钱就由我继续拿着去投资就行。大家以为如何？好，听玄叔公的，我们支持曾叔公。玄叔公，其实你根本不用问我们的意见的，我们都很相信你，你放手去干就行了。曾叔公，您都带我们赚了这么多钱了，就是说啥，我们也必须跟着您继续赚啊！我这次赚了500多万，我操！不取了，继续放在您那儿。我也是，我这100来万也不取了，都听玄叔公指挥。俺也一样。好，大家放心吧，这一次我要让家家户户都修得起别墅。当即，周瑜再次来到了村长周天养的办公室。玄叔公，嘿嘿，您说这次我们买哪家的股票？我立马就开始操作。还是国外的一家叫沃变德的投资公司，你查查。我编的投资公司，这名字也太怪了吧？不是我编的，是沃变德，谁会那么没文化，给一个公司取名叫我编的啊？我明白了，这其实是音译，怪不得。当即，周天养迅速在电脑上搜索到了沃变德投资公司的股票趋势图，认真看了起来。玄叔公，这只股票还是可以的，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投资1年的话，大概能赚10%左右。我们村20亿，那就是能赚2。我们的确是要买这家公司的股票，但不是做涨，而是做空，全都做空。你以这20亿资金为抵押，10倍杠杆，向外国的证券公司介入沃变德投资公司的股票，然后马上全部抛售掉。20亿10倍做空的情况下，这半年沃变德投资公司的股价如果不怎么涨也就算了，哪怕稍微涨个10%，这20亿都得全部亏完啊！玄叔公，您说真的？按我说的做。周天养浑身一颤，竟是立刻就按照周瑜所说的操作起来。而周瑜花20亿资金做空沃变德投资公司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互联网。周瑜以10倍杠杆的价格，20亿撬动200亿资金做空沃变德投资公司的股票，到底意欲何为？沃变德投资公司10年来股价一路上涨，根据多位外国专家预测，
我变得投资公司的股价非但没有下跌的可能，还会继续保持着良好的涨势。周瑜的投资奇迹是否将就此中断？到底是少年股神，还是一时运气使然？我们要不要跟进？人有多大胆，得有多大产。上次我跟着周股神买，赚了300多万，反正这次我跟了，我搞个3倍杠杆。哼，我变的投资公司怎么看股价都是不会下跌的。听我理性分析，大家千万不要跟。周瑜倒是不知道自己又一次掀动了互联网的浪潮。此刻，他正在指挥着周卫荣布置着村广场上的风水格局。对，这2株桃树栽在坎2离3的位置就行，小心点。这一方大鼎是我们周氏宗族的宝物，轻点放。哎，对，就这样，你看，这么一来，冲虚盈满的道士就出来了。这些线香你应该懂吧？山香10根，沉香6根，这样为1捆，需要100捆。这周卫荣是个风水道学的好苗子啊，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的风水道学境界其实已经远超一般的风水先生，早已达到风水大师之境了，甚至比起那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之一的钱九玄也不遑多让。周瑜这般想着，甚至动了想收周卫荣为徒的心思。毕竟周卫正荣也是周氏宗族的人，相当于自家人。风水道学上的天赋又这么高，不收白不收。尉迟正荣自己却是在听周瑜指挥的过程中，几乎是狂喜的感觉到自身风水道学的境界在暴涨。修为居然能跟网络小说里的修为一样暴涨，只要再跟着周天师几天，回去后都可以吊打宋老了。到时候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之首的位子就得换我来做了。尉迟正荣越想越是高兴，也更加卖力地根据周瑜的指挥干起活来。至于要如何报答周天师，尉迟正荣心中早已想好了。我的账上现在有51亿多的存款，一等回去就拿出50亿拿给周天师。就在这时，只见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头子从远处走了过来。村民们一看，不禁都是大惊，只因这老头子正是严家村的村长严白银。周族长，老头子这次前来有要事相求。这话一出，周家村众位村民们不禁都昂起了头来，感到十分的骄傲与自豪。严村长，不用这么多礼，说吧，找我什么事？周族长，这件事只有您能帮我们了。我们严家村的族庙最近被一个小贼潜入，偷走了许多从老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古物，也因此严家村的风水格局被彻底破坏掉了。周围的村民们齐齐都是大惊起来。什么？那个该死的小贼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族庙的风水格局被破坏，这可是大事啊！是啊，虽说那小贼已经抓到，偷走的古物也吐出来了，但族庙里被破坏的风水格局，无论是村里的风水先生，还是这10里8乡的风水道士们，都说没能力重新恢复。甚至我们特地去熊猫市请来了乾坤道长，乾坤道长看了也是没办法，最后他走之前推荐我们来找您。周族长，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可一定要帮帮我们村啊！你不是我们周家村的人吧？玄叔公，您咋会这么问呢？俺这不是把信物都交给您了吗？而且俺爹、俺爷爷都跟我说过，俺们家祖上是从周家村出来的。你若是立刻承认，我还当你只是为了精进风水道学的修为，有些不择手段罢了。可你却还是妄图继续欺瞒于我。不，周天师，晚辈知错了，晚辈不应该欺瞒您。此时尉迟正荣感觉到自己的风水道学境界非但不再是风水大师，甚至就连风水先生都不是了，而是退回到了风水学徒的水平。念在你本性不算太坏，就留你一条小命，从此以后安心做个普通人吧。若再敢有非分之念，我定让你万劫不复。多谢大宗师饶命，多谢大宗师饶命。可惜心术不正者难入无门啊！次日，严白银率领着严家村上百人来到周家村，恭恭敬敬的守候在周瑜家的大院门口。所有人都翘首以盼着，但却没人敢去催促周瑜。约莫过了10分钟后，周瑜那小小的身影终于是走了出来。眼见7岁的周瑜走出自家大院，无论是老迈的严白银，还是严家村那些汉子们，都是激动了起来。周族长，可算等到您了。没想到严家村居然出动了100多号人来接我们。行，我们走吧。一行上百人浩浩荡荡跟着周瑜从周家村前往严家村。路上，但凡是周家村的人瞧见了，个个脸上都自豪无比。哦，玄叔公真是俺们周家村的福星啊！是啊，有玄叔公在，我们周家村以后哪个村子都不用怕了。大概半个小时后，周瑜带领众人到了严家村的族庙外。周族长，老头子我实在是佩服，您竟然不用带路就可以算出我们族庙的位置，一切可都拜托您了。自从咱们严家村族庙里的风水被破坏掉后，这几天全村的人真是哪都不得劲。周瑜听着严白银的话，只淡淡的点了点头，并未多说什么。此刻
他的目光却是被这严家村祖庙里的风水格局所吸引了。哦，这是个高人的手笔呀，能够布置出这种风水格局的，最差也是位风水大师，而且境界无限接近风水天师了。你们村里有大公鸡吗？2年半以上的抓9只过来，再取3捆盐青草。有的，有的，我们这就去弄。很快，严家村的汉子们就捉了9只大公鸡以及3捆青色的草药。随后几人便来到庙内，杀一只鸡，从脖梗处取血，在这个地方滴下去，滴完了跟盐青草一起埋到滴血处，每次只用9根盐青草就行。哦，严家村的村民们对周瑜可谓是言听计从，当即一一照做。周瑜看似随意的改变了几个谷物的摆放位置，然而就在这时，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只见整座祖庙竟是微微震动了一下，无论是严白银还是严家村的其他人，这才浑身一震，惊喜的睁大了眼，满脸的不可思议，只因他们都切切实实的感觉到心里那种空空荡荡的失落感终于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浑身上下被包裹的十分奇妙的感觉。多谢周组长。周组长，有您在，咱们10里8乡以后就有福了。周组长真是德高望重啊，我严坤坤谁都不服，以后就服周组长。周组长大恩不言谢，以后只要您一句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去办。大家都起来吧，都是邻村，不必这么客气的。第二天一大早，周家村算上归来的族人们，总共1500多人，就全都聚集在了村广场上。重修族谱的大典将于中午12点整举行。此刻，广场上一位50来岁的中年人，诚惶诚恐地站在周瑜面前，正在向周瑜介绍着自己的家人。玄叔公，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女儿，快叫老祖宗。这中年人的儿子今年已经快30岁，由于没有结婚，打扮得十分年轻，十分高兴的道：“老祖宗好。”年轻人挺有精神的嘛，今年多少岁了？老祖宗，你看不出来吧？我今年其实已经30岁了，哈哈。30岁了，怎么还没结婚啊？年轻人闻言不禁一愣，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被自家这7岁的族长给催婚了。直播间的观众们见状，更是瞬间乐疯了，弹幕纷纷涌出：太搞笑了，我的妈呀！我看到了什么？一个30岁的大男人被个7岁的小孩子催婚了，太离谱了，哈哈哈！要是我过年回家被一个7岁的小朋友催婚，我还得老老实实的回答的话，我肯定得憋屈死。你们看这位30岁的大男人脸上那懵逼的表情，笑得我肚子痛，哈哈。面对周瑜的询问，这位30岁的年轻人在愣了好久后，才低下头，颇有些不好意思的道：“老祖宗，不是我不想结婚，以前我也谈过2段恋爱，但都分手了。现在的我没房没车，想结婚太难了。你现在有多少积蓄？”这年轻人虽然才跟着父亲回村不久，可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周家村的人们的淳朴与真挚，立刻毫不犹豫的道：“老祖宗，我这些年在外地上班，差不多攒了有23万多。23万，那完全够了。熊猫市的房价也才2万1平米吧？这样你自己留点生活费，其他的钱给我，最多1个月，我让你这笔钱翻到200万。”这年轻人闻言不禁双目一亮，惊喜无比的道：“真的可以吗？谢谢老祖宗。”他自然是听说了前天周瑜带着全村准备再度投资赚钱的事，只可惜他们一家回来的晚了，没跟上，心中正遗憾呢，却没曾想老祖宗竟然开了金口，愿意带着他也一起赚钱。等这次重修族谱的大典结束，我会重新召集一次所有失落在外而重归本族的族人，到时候大家有愿意的就可以把资金交给我，你们一家人也是。太羡慕了，我也好想有这么一个玄叔公啊！哎，我总算是有点理解，周瑜明明只有7岁，却为什么在村子里会这么的德高望重啊？话说，周瑜真的不怕亏吗？那我变得投资公司的股票，可是一连涨了10年了啊！对，而且由于周瑜做空我变得投资公司的这件事影响太大，都传到国外了。我变的投资公司为了提振股东们的信心，直接提早发布了这个季度的财报。我去，本来我看到周瑜这么有信心，要带着后辈赚钱，还想跟着做空的，听你们这么一讨论，我又害怕了。叔公，您老人家好呀，晚辈给您老人家请安了。嘿嘿，我最近可经常在热搜榜上见到您呢。好孩子，来跟玄叔公说说，你期末考成绩怎么样啊？玄叔公，我的学习成绩不太好，这次期末考试也就考了个全校第16名。我操，全校第16名，很不错了。读的是城里的重点高中吧？是的。可是我每天都很努力学习，本来是奔着全校第1名去的。努力总会有结果的，送你2句话吧。卧槽，玄叔公做的那2首诗可是全都上了热搜榜的，老师都要求我们背诵这2首诗了，说以后很有可能会考。玄叔公现在居然要送2句话来勉励我的学习。你听好了，这2句话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忽然，这高二学生浑身一震，双目越来越亮，只觉这2句话中仿佛含有无穷无尽的激励人心的力量，非但将他没能得到全校第1的阴霾给一扫而空，反而还给了他12万分充足的动力。选叔公，我明白了，我一定会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去的。下个学期不拿到全校第1不罢休。加油！要是拿到全校第1了，成绩估计也能随便上水木或者未名大学了。到时候玄叔公给你奖励。天哪，太羡慕了！这2句话完全可以当座右铭了。大胆点，别说座右铭了，就是做成激励学生们的格言，挂在学校走廊上都没问题。周瑜虽然只有7岁，但这才华可真是令人望尘莫及啊！哼，马弟，我也被激励到了，老子明天开始就努力工作，一定要买到房迎娶我女朋友。我也是呢，我也要努力赚钱买房，这样以后我找男朋友的时候就不用要求他有房子了。转眼就到了12点的重修族谱大典。周边凡以世系编部追本宿祖，当归入第51代周太和一脉。周变怀以世系编部追本宿祖，当归入第47代周玉珠一脉。周新威以世系编部。被念到名字的族人们神情都十分动容，只见周大聪一个个名字的念着，在不知过了多久后，终于念到了周天雄的名字。周天雄以世系编部追本宿祖，当归入第51代周驴子一脉。各位，我想以族长之名推举周天雄为我们周氏宗族的族老，你们谁赞成，谁反对？在场几乎所有的村民不禁都是一阵哗然。要知道，一族的族老在族内的地位可是仅次于族长的呀。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们周氏宗族从明朝中期就开始失落了的族印，正是被周天雄所寻回。族印乃是一族之至宝，于我们周氏宗族而言，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周天雄此番寻回族印，为我们周氏宗族立下的功劳，不可谓不大。由此，我才决定推举周天雄为族老。好了，同意周天雄担任族老的请举手。村广场上1561号人几乎是齐刷刷的举起了手。周天雄见得全村之人竟都如此支持自己，心情激动下，眼眶不禁红了，鼻子也开始发酸起来。好，既然没有反对的，那么我就此宣布，周氏宗族第52代族人周天雄从此刻开始担任我们周氏宗族的族老之位。多谢族长，此后我定不负族长托付，不负族人重望，当好这个族老。好好干，可别辜负了族人们对你的信任。恭喜宿主完成福泽任务，奖励开始发放。恭喜宿主获得10亿现金。恭喜宿主，您所在的周家村的福泽与气运得到了提升，未来周氏宗族将各有可能诞生大科学家和大商人等等成功人士。恭喜宿主，作为族长，您获得了10倍的福泽与气运的提升。恭喜宿主获得百病不生体质。恭喜宿主获得龙虎山失传1000年的天师道袍与天师法器全套，已塞入您卧房的床板下方，请记得领取。恭喜宿主获得福泽宝箱3个。这一连串密密麻麻的奖励，令得周瑜差点都眼花缭乱了。好在他心智本就十分沉稳，脸上神情甚至没有丝毫变化。各位辛苦大家了！既然重修族谱的大典已经结束，那么开始庆祝的晚宴吧。晚上8点，盛大宴席就此开始了。总共150多桌的村民们吃的可谓是大快朵颐，尽情尽兴。众人吃喝喝着，忽然就在这时，见一队上百人气势浩荡，朝着村广场走来。为首的正是严家村村长严白银。许多村民们都本能的警惕起来，还以为严白银是带人来闹事来了。严家村恭贺周家村重修族谱大典成功举行，特地献上贺礼。紧跟着，他身后上百个汉子纷纷抬着一担担贺礼，摆放在了村广场上。这些贺礼中既有贵重的金条，也有诸如腊肉、香肠等农家特色，还有捆好的鸡鸭牛羊。顿时，周家村的村民们个个脸上都展现惊喜之色，目中更是有着抑制不住的激动。严村长真是客气了。周族长，您这么说可就见外了，您帮了我们严家村这么大一个忙，这算什么？好，既然礼物送到，我们就告辞了，不打扰你们吃饭了。哈哈，这怎么行？留下来喝一杯吧。周家村的村民们也是热情纷纷的劝说。严白银和其他严家村的汉子们互相看看后，当即都是笑着加入了宴席之中。大哥，不是小弟们不忠心，只可惜你被抓进去了。这一次，这河底古墓里的宝物就只能归小弟们了。二哥，你确定你没判断错？这真是西周皇室的墓葬。三弟，你相信我，我们家族寻找了快600年了，终于找到了这个墓葬。传闻中，至宝9州鼎就在这墓葬里。随后两人便跳入了这河底。不一会儿，一个青铜门出现在面前，其中一人在怀里摸索着，
很快就摸出了一把青铜匙。只见这人将青铜匙插入了青铜门，可无论他怎么扭动，这青铜门都毫无反应。不对劲啊，二哥，我怎么感觉我们还差一把钥匙？这把青铜匙乃是严家村族庙里的古物，被大哥冒死偷出，埋在了约定好的地点。最后大哥被村民们逮到，差点被打死，也没供出来，只归还了其他从古庙里拿走的古物。看样子另一把青铜匙应该就是在这周围的宋家村、沈家村或者周家村的族庙里了，说不得这几天我们都得去一趟。周组长，不好了，我们宋家村的族庙也出事了。你别着急，好好说，你们村的族庙怎么了？我们族庙里的古物昨晚全都没了，全被人给偷干净了。这件事不简单，如果只是严家村的族庙被偷，还可以单纯的理解为是有小贼昏了头，但这才没隔多久，你们宋家村的族庙竟也被偷了。是啊，周组长，我已经报警了。警司来了之后，收集好了现场的证据，去追捕有嫌疑的人了。但族庙里被破坏了的风水格局，风水格局的事不用怕，到时候我会出手。只不过这其中的蹊跷，我们得好好探究探究。等犯罪嫌疑人被抓到了，或许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目的了。无论是严家村族庙里的古物，还是我们宋家村族庙的古物，价值都在百万往上，够这些该死的小贼喝一壶的了。周瑜点点头，旋即看向了远处宋家村的方向，手里掐着了一阵硬诀。最好的修复你们族庙风水格局的时间是在3天后的下午5点，银子虎山的紫气重化风水，到时候我就过去吧。多谢周组长，周组长，您这可是帮了小弟大忙啊！别的不说，等到修复好了之后，我们拿出10倍于严家村的贺礼来感谢您。这一次的出手不宜涉及钱财，你们只要在这3天内好好配合警司，把破坏族庙的贼抓到就行了，我也会帮忙。周组长您放心，这几天我们村的人一定全力配合警司办案。旋即，周瑜回到了卧房中，他准备算一算那些小贼的位置，好帮助警司们提早抓到这些小贼。只见他盘坐在床上，逐渐调匀了气息。地缘龙巽，天缘龙人，人缘龙害，西南巽7震8。也就是说，那群小贼现在就藏在宋家村里，一共2个人，应该是在茶馆支流的地方打牌赌钱。周瑜喃喃着，拿起了手机，向宋算办发过去了一条消息：4个2，炸了！你倒是快出啊，我等的花儿都谢了。王炸，我只剩2张牌了。此刻，云山义和云泰2兄弟正在茶馆的一张桌子上，跟一位宋家村的人斗地主斗得有来有回。所有人老老实实待着，不许动。各位父老乡亲，根据我们最新得到的消息，昨天偷到了我们宋家村族庙古物的那2个小贼就在茶馆里，请大家稍等片刻，警司很快到来。云山义和云泰2兄弟互相对视了一眼，悄悄地挤在了人群里。龟儿子的，你们宋家村的人什么意思？空口无凭就要污蔑人？都听说宋家村的人一直就看不起我们其他村的，现在看来还真是这样，什么理由都没有，就要把我们堵在茶馆里，搞得好像我们都是贼一样。2人话一出，仿佛点燃了火药桶。是啊，你们宋家村也太霸道了，东西又不是我们偷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走？我们都来这打过多少次麻将了，连老顾客都要怀疑。平白无故堵人，这要不给个说法，老子沈家村的跟你们没完。大家不要激动，如果最后确认了没有嫌疑的，由我们宋家村出资，1个人得到1000赔偿，这样可以吗？1000块钱打发穷叫花子呢，就显得你们宋家村有2个臭钱了是吧？别说1000了，给老子1万，老子都不要，放老子出去。对，放我们出去。见局势越发混乱，云山义和云泰对视一眼。二哥，他们应该追不上来了。3弟，这件事不对劲。对，我们潜入宋家村的族庙前，特地破坏了族庙外的监控。按理来说，他们根本不该知道我们是2个人，所以我才说事情不对劲。而且那茶馆里本来鱼龙混杂，但那宋算办居然一下就带人找到我们了，这也太蹊跷了。难不成风水大宗师？只有风水大宗师才能有如此通天的本事，非但能算到我们大致方位所在，甚至还能根据我们财运的波动，算出我们正在打牌。这小小的宋家村居然有风水大宗师！天呐，自从成一伯之后，从古至今已经700年没出过风水大宗师了吧？究竟会是谁？是啊，我们到天云市等了700年，终于又等到一位风水大宗师出世了。这一次，哪怕无法带回九州鼎，只需要找到那位风水大宗师，把这消息上报给家主，我们也定能晋升为主脉。风水大宗师，只怕只有家主亲自出面，才能请动这样的存在出手。而这位风水大宗师，一旦愿意与我们联手，破开那座古墓的话，是啊，商朝所遗留下来的5大古宝，传至西周皇室后，却莫名其妙的失了踪迹。经过我们家族上千年的探寻，
最后才确定了位于周文王的墓中。700年前，程义伯不肯与我们家族联手破开那周文王之墓，去取得5大至宝，但现在已经是现代，那位风水大宗师说不定就会愿意出手。晚辈慕名拜见玄叔公。这是啥情况？这位可爱的小朋友，难不成就是慕名的玄叔公？这不可能吧？慕名我之前怎么教你的？遇事不要慌慌张张的，知道吗？起来吧，有什么事我们慢慢说。这个年仅7岁的可爱小朋友，真的就是慕名的玄叔公，也就是那位绝世高人风水大宗师。此刻终于是反应过来的许老总，也是毫不犹豫对周瑜恭恭敬敬的行礼道：晚辈许太库拜见前辈，刚才不知前辈身份多有冒犯，还请前辈恕罪。不知者无罪，初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瑜，大葱看茶。好嘞，曾叔公。周大葱应和了一声，端着一个盘子走了出来。你们刚才想说的是不是那2个小贼潜入了我们周家村一事？无论是慕名还是许老总，都是齐齐一惊，拼命的点头。尤其是许老总心中对于周瑜身份的最后一丝怀疑，也是彻底打消了。周瑜若不是风水大宗师，怎么能得知这就发生在几分钟前的事？原来在几分钟前。怎么样，穆老板，您玄叔公愿意让我去拜访拜访他老人家吗？许老总，今天你运气好，我玄叔公正好有空。真的，穆老板，你没在骗我吧？事实上，此番前来，许老总已经做好了等个3、5个月都见不到那位绝世高人的准备。毕竟一位风水大宗师岂是他这种小人物说见就见的？没曾想这刚来居然就能见到了。快带我去见见他老人家，可别让他老人家久等了。好，我们这就走吧。路上许老总忍不住道：穆老板，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问您，但之前你说您玄叔公不准我暴露任何有关他老人家的信息，我这才忍住了没问。现在既然要见到他老人家了，我就想问问。慕名好奇道：什么问题你问吧，要是能说的我就说，不能说的只怕得你见到我玄叔公自己问了。您玄叔公究竟是怎么保养的？你现在都40多岁了吧？那您玄叔公岂不是得120、30岁往上了？慕名诧异道：为什么这么说？许老总一听不禁奇怪道：啊，难不成您玄叔公只有80、90岁？慕名摇摇头道：非也，许老总须知这世上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成非常之事，你换个思路猜猜。许老总不禁沉吟起来，努力思索着好半晌后，他浑身狠狠一震道：难不成那位绝世高人已经156岁了？我的老天爷呀，这肯定是得道成仙了。慕名不禁失笑道：许老总，咱们这可是现代社会，凡事都得讲究科学，即便是风水道学也有科学家在努力的进行解释，不是吗？照你这么说来，您这位玄叔公究竟是多少岁？我现在跟您说了，您肯定也不会信，等您见着我玄叔公他老人家就会知道了。然而就在这时，只见有一高一矮2个年轻人迎面朝着他们走来。下一刻，只见那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走到了2人前方，对2人十分憨厚地笑道：两位伯伯，你们是周家村的人吗？我们是宋家村来的，受村长所托，想找找你们族长。这2人自然就是云山义和云泰2兄弟。原来昨天这2兄弟潜入鱼儿河，找到商朝古墓，试图开启那青铜圆拱门，不得，就跑到宋家村的族庙做了一桩案子。周瑜推算出其所在位置后，告知了宋家村村长宋算半。宋算半带着10几个村民去抓捕，不料被这2兄弟逃脱。这2兄弟也算聪明，竟然发现是有风水大宗师算出了他们的位置。风水大宗师，只怕只有家主亲自出面，才能请动这样的存在出手。而这位风水大宗师，一旦愿意与我们联手，破开那座古墓的话，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打探那位神秘的风水大宗师的消息吧。可以先从宋算半入手，他说不定就认识那位风水大宗师。我们在宋算半面前有可能露了真容，这么做说不定会有危险。其实我倒是有另一个人选，那位替严家村修复好了风水格局的小家伙，周氏宗族的7岁族长周瑜，他起码是风水天师的境界。对啊，7岁就能拥有风水天师之境，说不定周瑜的师傅就是那位神秘的风水大宗师。他们艺高人胆大，说干就干，然后就来到了周家村，准备从周瑜入手打探那位神秘的风水大宗师的消息。许老总闻言自然是一脸懵逼，不知该怎么回答。倒是慕名目中立刻就露出了警惕之色，道：你们找我们族长干什么？你们说你们是宋家村的，能证明吗？宋家村族庙里的古物被盗一事早已传遍了10里8乡，慕名自然也是听到妻子的娘家人们说起。慕名这么一问，云山义和云泰2兄弟立刻就知道事情不好，似乎已经暴露了。风紧扯呼，2人二话不说，当即灰溜溜逃离了现场。慕名见状，立刻拿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跟警司们交流了一番后，慕名这才松了口气。穆老板，你这是？最近有一个盗窃团伙在周围10里8乡的村子里作案，我怀疑这2人就是他们的同伙。当务之急，我们马上就得去见我玄叔公。你刚才听见了吗？这2个小贼就是冲着我玄叔公他老人家来的。好，事不宜迟，我们快走吧。所以就出现之前这一幕。不用担心，他们既然敢擅闯我周家村，这下想逃也逃不掉了。说着，周瑜似是察觉到了什么，目光看向了远处，旋即他又掐算了一番，跟着脸上露出笑容，暗暗点了点头。再过10分钟，那2个小贼就会伏诛了。倒是你许太库，你来是想做什么？前辈不瞒您说，我此番前来是专程来感谢您的。
是因为那风水格局的事吧？我辈中人讲究一切随缘，我帮你也是因为缘分到了，你倒不必如此的。前辈若是不能报答您的恩情，我许太库真是枉为人了。只是一些小小心意，还请前辈您务必收下。说着，他拿出了2个礼盒，第一个礼盒之中就装着那庄园的钥匙和房产赠与合同以及游艇赠与合同，至于第2个礼盒里却是许老总这几10年来费尽心血收藏的名贵中药。周瑜本欲拒绝，可紧跟着当一缕药香飘入他的鼻孔中时，周瑜的神情不禁微微一动。卧槽，这里应该装着许多极其珍贵的中药材，尤其是上了年份的，从古到今那都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天材地宝。许老总这边眼见周瑜并不说话，他以为周瑜是不想收他送的这些礼物，他不禁有些着急了，语气变得更加诚恳起来道：前辈晚辈这一生历来讲究知恩图报，还请前辈给晚辈一个报答的机会。既是如此，那我就收下吧。多谢前辈。你所送的这些中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天材地宝，也正是我需要的，我也不白拿你的东西。方才我替你算了一卦，你60岁时命中会有一劫，你得小心度过。这话一出，许老总不禁狠狠一惊，但紧接着目中却是涌出狂喜之色。风水大宗师亲自算卦，这是那些富豪们连做梦都不敢妄想的事啊！这劫数该如何度过，还请前辈指点。天机不可泄露，我只能告诉你，你所遭遇的劫难乃是桃花劫。什么？竟然是桃花劫？就连一旁的牧民心中也有些忍俊不禁，不过面上可不敢显露出来。这位许老总都快56岁了，居然还能在60岁的时候遇到桃花劫，这只能说许老总真是宝刀未老，老当益壮了。那2个小贼应该已经入瓮了，我们去瞧瞧吧。路上许老总怕没了话题，主动开口道：对了，前辈，最近我们不夜城风水界发生了一件怪事。什么怪事啊？我们不夜城10大风水大师之一的尉迟正荣，不知为了何故，忽然变卖了全部的家产，断绝了与所有风水大师和富商的联系，就此离开了不夜城。就这事呀？这件事实在是太过蹊跷，由于那尉迟正荣为人孤僻，行事隐秘，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是遭遇了什么，坊间流言四起，猜测纷纷。前辈，您知道他究竟是遇上什么事了吗？或许是他的命数吧。然而就在这时，前方一阵阵喧哗声忽然响起。该死的小贼，这下你落入我们手里，就是再怎么装疯卖傻也跑不掉了。玄叔公这2个小贼要怎么处置？我们听您的。你们都退下，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擅自过来。村民们和许老总以及牧民闻言哪里敢违抗，村民们直接回了家，牧民也带着许老总回了自己家。眼见周围再无一人，周瑜单手按扣乾坤大印，往2兄弟眉心各自一点，旋即盯着2人沉声道：你们来周家村是想干什么？此刻云山义和云泰2兄弟仿佛是着了魔般跪在地上，脸上的神情木讷到了极点。我们来找风水大宗师，只要找到了，将消息带回家族，我们2兄弟就能晋升主脉了。周瑜听得云山义所说，目光不禁更加凝重了起来，道：你们家族是专门盗墓的？是啊，我们家族叫到天云氏，世世代代都在盗墓。盗天云氏？饶是周瑜见多识广，可无论前世还是今生，都从未听说过盗天云氏这个家族。周瑜看向那身材矮小一些的汉子，你们3番5次的破坏这10里8乡各个村落的祖庙，又想来我们周家村找风水大宗师，是想要干什么？我们本来是发现了鱼儿河中周幽王的墓葬，准备从这周围村子里的祖庙里偷盗出能打开墓葬的青铜池。之前在严家村里偷了一把，但在宋家村没有发现。本来准备说去周家村看看，但因一次意外，得知这周围的村子里似乎有一位风水大宗师的存在，而我们到天云市正需要与一位风水大宗师联。他话刚说到一半，浑身忽然狠狠一抽搐，竟是口吐白沫，直接倒地上。周瑜目光一凝，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又看向了云山义，说：你们找那位风水大宗师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们到天云市等了700年，终于等到第2位风水大宗师横空出世。至于为什么要跟他联手，自然是为了去盗。他说到一半，竟也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周瑜见状，不禁长叹了口气。看样子这道天云氏定是极为精通风水道学的家族。这2人之所以会突然晕了过去，就是那些风水天师布置的后招。景司也应该到了，交给景司处理吧。旋即周瑜回到自家大院中。青铜池嘛，我们周氏宗族的祖庙里似乎正有一把青铜池，就是不知那鱼儿河底的周幽王墓里会有什么宝物。等等，我好像记得在九州鼎的诸多下落的传说中，其中一个传说就是周幽王以九州鼎作为了陪葬品吧。无论如何，这总是个机会。一念即此，周瑜说干就干，立刻回了卧房。是时其光遍照诸天，下诸下方，无极世界，同玄都境，反比人间。口中诵念着咒诀，掐算一番后，周瑜很快就算出6天后将是周围的山川河流大事短暂的交汇之日。 6天嘛，应该够了。周瑜已然是决定，就在这6天里，
将天地乾坤分水，不知道只差原岩九州鼎的程度。趁着山川河流大势交汇，就可强行启动残缺的天地乾坤风水大阵，借助风水汇聚之威，让自己拥有短暂的算天算地之能力。到时要算一个西周的古墓里，究竟有没有九州鼎，自然也不难。下午，牛娃子家的院子里，周瑜拿着一份采购清单，交给了周天雄。狗剩啊，3天之内将这些谷物买到，送到咱们周家村来，能做到吗？哦，那肯定能啊，叔公，您交给我的任务，说啥也要完成。到时候这个账户会汇款给你们，用这个账户里的钱买，你自己不准出钱，否则叔公可要生气了，知道吗？知道了，叔公您就放心吧。好，那就等你好消息了。此时秦子飞正站在大院之中，呆呆地望着夕阳，发出了感叹：明天就要走了，在这里生活久了，还真有些舍不得呢。这时，只见周瑜手里拿着一张宣纸走了过来。答应给你写的中秋歌词，来，你看看。哦，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读完上半阙后几句的瞬间，秦子飞只感自己犹如被闪电劈中，头皮不受控制一阵阵的发麻起来。这周瑜何止是顺着头4句词的意境写了下去，简直是再度拔高了那4句词的意境。秦子飞的目光移到了宣纸的下半部分，继续读了下去。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瞬，秦子飞只感一种难以言喻的强烈情绪从脑海里彻底爆发开来，他浑身都忍不住颤抖了起来，2行清泪从脸颊上无声无息的滑落。这周瑜的境界到底是高到了何等地步，才能写出这种堪称格高千古的超凡之作？周瑜才7岁呀，这要是长大了，那还得了？一直到读了足足16遍后，秦子飞才从宣纸中依依不舍地抬起头来，看向周瑜，脸上满是崇拜到了极点的表情。周瑜，谢谢你，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创作生涯里唯一的路灯。好了，小妮子，既然你明天就要走了，那么我还想送你一句话。什么话？你性子直，一路又走得顺，因此为人处事颇有些从心所欲。现在的你正当红，即便你得罪了什么人，被你得罪过的人也不敢贸然报复。可你知道的，名利场上每个人都总有过气的时候。秦子飞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清澈的眸子瞧着周瑜，等待他继续说下去。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个人只有藏锋于内，方能发轫于外，言尽于此，你好好体悟吧。藏锋于内，方能发轫于外。秦子飞喃喃着，目中涌现出了思索之色。好半晌后，他才似乎想通了什么，眸子忽然一亮。谢谢你了，周瑜，我会永远记得这句话。卧槽，这是直升机吗？告诉我，这不是在拍电影吧？怎么我们周家村会出现这种玩意？这也太牛逼了吧！难不成又是玄叔公的杰作？此时的周瑜也是颇为疑惑，但只是略微掐指一算就知道了缘由。当即便起身一步步朝着村广场的方向走去。眼见周瑜到来，周天雄不禁小跑了过来。叔公，您要的东西我都给你找齐送过来了。你小子可以呀，买个东西都动用直升机，这么有效率，这事干得不错。叔公，您交代给我的事，我必须得上心啊。随后，在几个村民的帮助下，周瑜很快便将风水格局布置好了。周天雄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今天我一定得替他把那个能为天舟投资集团续接财运的神秘人给算出来。一名神宝真洞玄章，一名东山无上神咒，一名青帝发威策文，一名南陵通天之宝，一名九天回转仙咒，一名赤帝发威策文，无始元灵皇帝所受神咒诰命，万事皆算，无物不算。即自己的脑海仿佛被一记重锤狠狠锤了一下。那个人究竟是谁？身上竟有着如此大的因果，连我都无法对付，只能说这个人的命数深邃莫测到了极点。周瑜越想越是后怕，若是自己只是普通的风水大宗师，恐怕因为这次反噬，境界都会永久跌落。算了，还是不算了。这位神秘人实在是不简单，除非能动用算天算地的手段，否则我不该再去碰了。第二天下午5点，周瑜严肃地站在宋家村的祖庙前。周族长可真辛苦您老人家了。其实我奶奶的姨妈的3外甥女也是周家村的，算起来我还是你半个侄外孙呢。不错，这么看来我们倒还挺有缘。那可不，周族长，我叫你一声叔公，应该不过分吧？不过分，你想叫就叫吧。我操，族长今天这是怎么了？
咋对一个小屁孩这么恭敬？什么小屁孩？你懂个屁！他可是周家村的族长，本事大着呢。这波我只能评价族长，这一手虚空认叔公，我不得不服。之前让你们去紫虎山上取的石头呢，在哪儿？叔公，现在就拉进祖庙里来嘛。不用拉进族庙里，你叫一些你们宋氏宗族不超过30岁的汉子过来，最好是那种从小到大没生过大病、血气方刚的。周瑜这话一出，宋老族长身后的宋范办当即拿出手机拨出去一个个电话开始安排。很快，约莫10来个宋氏宗族的年轻汉子就兴冲冲地打了过来。玄叔公，请您吩咐。听着这些汉子的话，周瑜恍惚之间有了中自己在周家村的错觉，不由得回过头奇怪怪地瞥了那宋老族长一眼。叔公，这些晚辈都是我3代以内的亲戚，他们这么称呼您应该可以吧？罢了，既然都是你的亲戚，那也没什么。真是太酷了，竟然还真能叫他一声叔公。有了这层关系以后，在外面办事可就简单多了。试问现在的社会，还有谁不认识我周瑜叔公呢？在周瑜的指挥下，宋氏宗族的汉子们挑着那些从紫虎山上拉下来的石头，按照一种特殊的组合摆放在了祖庙周围。刚刚摆放完毕，在场众人立刻就感觉到，自从祖庙这些日子里一直压在身上的沉闷与浑浑噩噩之感，竟是全都消失了。周族长您真是神了太厉害了！为什么这些石头这么一摆，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了？4日，周瑜，下一个嘉宾名叫江小茹，想来问问你的意见。如果你不喜欢，咱们就换。那些明星我其实都不太认识，你们觉得这个人合适的话，就让他来吧。周瑜眼见事情敲定，当即站起身来，准备再到村里去看看天地乾坤风水大阵的各处阵法节点。然而就在这时，只见周天雄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叔公，大事不好！狗剩啊，这是怎么了？你别急，好好说。周瑜叔公，沈家村和鲁家村还有苏家村的祖庙，昨天晚上同一时间被盗了。到天云市总算出事不动了嘛？看样子那2个小贼还是把周家村有风水大宗师的消息传达回了家族啊。叔公，你看看这该怎么办才好啊？会不会下一个被盗的就是我们周家村了？不对，这一次他们又是为什么呢？难不成是示威，还是想逼我出来？小狗剩，详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叔公，我听那2个村子的人所说，昨天晚上凌晨3点，有3个人分头行动，一人一个村子，然后这3个人都是独自打晕了3个村子里守在祖庙外的青壮年，同时盗走了祖庙里的谷物。说着，他声音都颤抖了起来，继续道：我也算见过一点世面的，从未听说过这世上谁能有这种身手。而且3个村子的人当时手里都有武器，但听他们说，那3个人都是赤手空拳，在黑夜里身形犹如鬼魅，出手又快又重，他们完全抵挡不住。没想到这到天云市之人竟有如此身手，一个人单挑32个持械之人，还全数给击晕了，而且面对的还是民风彪悍、最喜欢打架的沈家村。导演刘姐闻言心中更是惊诧到了极点，一个人居然赤手空拳打赢了32个人，这完全都可以去演武侠片了。不对，他们是坏人，只能抓到监狱里，可不能演武侠片。他们这是既想逼我出马，但又不肯把姿态放得太低呀。有意思，今天下午我就看看这道天云市到底想到哪个墓，竟会如此大动。周瑜一念及此，看向周天雄，云淡风轻的道：狗剩，你放心吧，叔公向你保证，咱们周氏宗族的族庙无论如何也不会出问题。听得周瑜这淡定的语气，周天雄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不少。叔公，要不这样，我去国外请一些全副武装的雇佣兵，直接把那些小贼给擒住。狗剩，咱们是文化人，可不能打打杀杀，你就放100个心吧。只要你叔公我还在周家村，就没人动得了我们周家村的祖庙。晚辈江小茹参见大宗师，方才晚辈不知大宗师当面多有冒犯，还请大宗师恕罪。不知者无罪，你起来吧。我操，什么情况？老天爷啊！周瑜，不，周大宗师这是真的酸脱，夏嫣然所遭遇的小劫替他解决后，从而更改了夏嫣然的运势。三清在上，谁来告诉我，这到底是真是假？7岁的风水大宗师，只怕江神月老先生都得亲自前来拜见吧。江小茹，当代道门天师江神月的孙女，近日被导演刘姐特邀参与节目。就在半小时前，江小茹来到周瑜家。身为道门天师的孙女，从小就研读各种道经，以及学习风水道学之术，为人可谓是极为聪慧。很快就博得了夏嫣然和导演刘姐的好感。江小茹说着，灵动的眸子滴溜溜一转，要不我给你们测测运势吧，我测运势可准了。夏嫣然和导演刘姐闻言，不禁相视一笑。要说测运势，全天底下谁比得过7岁的周瑜？不过眼见这是江小茹的一片好意，他们倒也没有拒绝。
江小茹跟着又看向周瑜，轻笑道：“周组长，你想不想测测运势呢？放心，不收钱的哦。”哦，你想给我测运势？江小茹闻言不禁挺起身子，十分骄傲的道：“哼哼，不怕告诉你，我可厉害的很哦。”周瑜身为风水天尊，只是随意一算，就立刻算出这江小茹竟已达到了风水大师的境界。这小姑娘有点实力，可惜她看不懂我的境界。如果盲目给我算，极容易遭到反噬。这般想着，周瑜笑着拒绝：“还是算了吧，你给他们2个测测运势就行。”好，那我就不给你测了。不过呢，你倒是可以看看我是怎么给他们2个测的，我勉为其难让你偷师学艺。哈哈哈。这节目的导演真是个鬼才啊！是怎么想到邀请江小茹来的？话说回来，周瑜的风水道学境界到底是什么？真的像网上传闻的那样，只是个风水学徒吗？对呀，以周瑜这个年纪，周一只怕都看不懂，能勉强入门当个风水学徒都顶天了。只见江小茹拿出了一个竹筒，竹筒中装满了签子，她将之递给了导演刘姐。刘翠娜姐姐，你拿好，我这就给你测测。导演刘姐接过，正准备开始摇动竹筒，江小茹连忙制止：“不用的，我这可不是普通的摇签祈福，你拿好就行了。”只见江小茹按着北斗七星的方位，陡然踏出7步，旋即挽了个剑花，猛然指向导演刘姐。天地无极，乾坤借法，急急如律令，急！一声脆响，只见一根签从中直接弹了出来，落到了地上。江小茹眼疾手快，几步走过去，将之捡起一看，灵动的眸子猛然一亮。哇，刘翠娜姐姐，你的运势很好吗？居然是上大吉！那可不，我运气一直都很好的。夏嫣然在一旁瞧得眼睛都直了，尤其是江小茹的铜钱剑明明都没有碰到签筒，竹签却自己弹了出来，令她颇为惊奇。她当即拿过竹筒，对着江小茹嘿嘿傻笑：“小茹姐姐，我也要，我也要。”江小茹闻言不禁轻轻一笑：“好，我这就给你算。”嘴里念动法诀：“乾坤无极，风雷受命，龙战于野，十方俱灭，太乙天尊，急急如律令，急！”周瑜一眼就看出，无论是那铜钱剑，还是签筒以及其中的竹签，都是风水法器。这个世界的道门跟前世比起来，竟是完全不同，而且似乎要厉害了许多。正当周瑜思索之时，只见夏嫣然捧着的竹筒中，一根竹签同样自行弹了出来。江小茹却没等竹签掉落在地，另一只手一动，就将那竹签给取在了手中。小茹姐姐，我的运势怎么样呀？江小茹脸上却是露出抱歉之色。嫣然妹妹，你最近的运势，可能会有一些波折。没想到夏嫣然却是微微一笑，没事的啦，人生哪里能一直一帆风顺呢？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我相信我都能顺利度过的，嘿嘿。江小茹颇为赞许的点了点头。别的不说，你这份心性倒是很不错的。说着，江小茹转头看向了周瑜。怎么样，周组长，我这手测运之术还可以吧？想不想学？我可以免费教你哦。周瑜失笑道：“教我就不必了。我问你，夏嫣然这大吉小凶的卦象，具体推测下来，她到底会遇见什么事？”江小茹十分老实的摇了摇头。我现在只是风水大师，想算也算不出来。除非是我爷爷，再加上我们龙虎山的真龙神虎风水大阵的加持，或许才能算出来。其实用不上真龙神虎风水大阵，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夏嫣然所遭遇的其实是……周瑜说到这儿，顿了顿，看向了院子外的一块横亘在道路旁的石头。他刚才算出夏嫣然会因为某件事不慎被这石头绊倒，然后摔断腿。江小茹见周瑜不说话，不禁好奇起来。你真的算出来了？你可别吓我！这要是能算出来，那你岂不是传说中的风水大宗师了？周瑜这也太托大了吧！他充其量就是个风水学徒而已啊！即便天赋再高，最多也就是风水先生，他怎么可能算得出来夏嫣然具体要遭遇的小节？我也觉得，要是周瑜真能算出来，就如同江小茹所说，他不得是风水大宗师了。7岁的风水大宗师，这还得了？特么的，等周瑜60岁了，岂不是得开始修仙了？是啊，700年才能一出的风水大宗师，周瑜小小年纪怎么可能达到？即便周瑜真的有这个天赋，那也得等他60、70岁的时候了吧？江小茹瞧着周瑜，等待他开口。周瑜却是微微一笑，指了指门外那块石头。夏嫣然，去把那石头给搬开，放在墙角就行。周瑜这么一开口，夏嫣然当即乖乖的去将石头搬了开去。周瑜再度看向江小茹，你再替夏嫣然测一次运势。江小茹见状，心中越发觉得奇怪，不过还是照做了。随着他这一剑指出，签筒中一根竹签自行跳了出来，伸手捞出，就将那竹签捞到了手里。摊开掌心一看后，他的一双眼睛猛然瞪大，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震撼之色。这怎么变成上签了？而且还是大吉！江小茹犹如被雷电劈中，石化般站在当场，心中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年仅7岁的周瑜居然比爷爷还厉害，乃是风水大宗师的事实。7岁小孩只要轻轻一挥手，无数的鱼儿就会自己往岸上。曾叔公涨水了，
鱼儿河涨水了。我知道的，你去通知大家，估计明天中午就会涨得差不多了。到时候我们就开始举办今年的渔获节。好好，我这就去。嘿嘿，我练了1年，今年绝对要拿冠军。什么渔获节啊？每年小暑前后，鱼儿河都会涨水，那时河里的鱼儿们会极其活跃，滋味也会异常鲜美。我们周家村的家家户户都会去钓鱼，到时还会互相比赛较量，前10名都有奖励，第1名的奖励更尤为丰厚。我钓鱼可是一把好手呢，前辈，第1名能得到什么奖励呀？以往的每次渔获节，勇夺魁首者都可以得到1根1公斤重的金条。我靠，1公斤的金条，价值差不多40多万，这是什么土豪村？钓个鱼都能赚几10万？能不能报名啊？我也姓周，4舍5入，我也是周家村的人。啥也不说了，86岁专业空军的钓鱼佬请求出战。第2天中午，周家村外鱼儿河宽阔的堤坝上，足300多位村民都在全力以赴的备赛。我提早1个月就开始练习钓鱼技术了，这次我一定要拿冠军。1个月算什么？我练习了足2年半，我现在甚至可以用鸡肠钓起来小龙虾，冠军肯定是我的。好好好，你小子这么玩是吧？大家努力加油吧！你们也知道，谁拿到冠军，谁就能得到这根金条。周瑜深吸一口气，正准备宣布渔获节就此正式开始，忽然只见宋家村的宋老组长，还有严家村的村长严白银，甚至就连鲁家村、沈家村，还有苏家村的村长和组长都赶了过来。周组长，我代表宋家村祝贺你们的渔获节成功举办，为此特地送上300万奖金。周组长，俺们严家村不如宋家村这么富，这一次我们送上3根金条，每根1公斤。你们真是太客气了。叔公，您这话说的，咱们多少也算周氏宗族的半个远房亲戚，这点心意不算什么。接下来，鲁家村、苏家村以及最穷的沈家村领头人们都送上了大礼。各位，你们的好意我先领了，礼物我也带我们村收下，请落座吧。我宣布渔获节钓鱼大奖赛正式开始。话音落下，早就准备好了的村民们都用力的甩竿，火热无比的开始起了比赛。而周瑜则是面无表情走到自己的位置上，从兜里掏出一个八卦盘。不是现在都这么玄幻的吗？钓鱼不用鱼竿，姜太公都不敢这么玩啊！你们懂个屁！他再牛，其实也是7岁小屁孩。那河里的鱼一条最少几公斤，就他这点力气，不被鱼拖下去都算好的了。我说各位，你们的论断是不是下得太早了？谁说钓鱼一定就要用鱼竿的？对呀，周瑜前辈可是700年一出的风水大宗师，瞧见周瑜前辈拿出来的那些法器了吗？一群跳梁小丑敢质疑一位风水大宗师的本事，你们就等着瞧。此时已不断有村民开始上鱼，但都是一些小鱼，最大的也不超过1斤。哦，来了来了，大的要来了！只见江小茹的鱼竿此时弯曲的几乎要成了一个圆，鱼线更是绷得笔直，鱼线的末尾，一个巨大的黑影在河中乱窜着。看这架势，只怕得有个5斤吧。5斤，呵呵，10斤都轻了。我的个乖乖，10斤的大鲤鱼啊，这可多少年都没见到过了。牛逼，这女娃子不简单呐，一出手就是王炸。老夫垂钓10年，也未曾见过这么大的鱼。哼，小小鱼儿，别想逃脱姑奶奶掌心。江小茹目中金光一闪，身子猛向后跃，跟着双手猛一用力，大鱼竟是就此被江小茹拉出了水面，重重的摔落到地面上。我操！别看这小妮子身形瘦小，这力气怕连英国大力士都比不上。对，我练了这么多年的肌肉，要我下去钓这条鱼，恐怕也拉不起来。就在此时，只见周瑜忽然站起了身来，开始摆弄起了手里的八卦盘。瞬间，只见河面竟是齐齐震荡了一下，旋即风水气息涌入河里，然后于周瑜前方形成了一道门。由于这道门是水势所凝结，因此除了会风水术的你，其他的人都看不见。天哪，周瑜真的摆起了风水法阵。他这样要是能钓到鱼，我跟他行。前面的你想认周瑜为玄叔公就直说，不必这么拐弯抹角的。我操，这叫钓鱼吗？这叫愿者上钩。天哪，那是什么？这也太神奇了！老天爷，这不可能！怎么这么多鱼冒出来？此时一条条鱼都像是发了疯般，不管不顾的朝着周瑜迅速游去。来了，这个能召唤附近鱼儿的鲤鱼跃龙门法阵就是好使。下一刻，游在最前面的鱼陆续脱离了水面，直接穿过了龙门，落入了岸上。在大家的视角里，这些鱼就是莫名其妙的跳到了周瑜面前，看到的人都彻底轰动了。玄叔公这也太厉害了，俺钓了这么多年鱼，第一次瞧见还能这样。曾叔公真不愧是曾叔公啊，就这一手，10里8乡谁比得上？我操，我这是看到了什么？这简直是离谱！他外公给离谱他妈开门，离谱到他外婆家了。谁来告诉我，我看的其实是修仙电视剧，而不是真人综艺直播。我操，快看那是什么？天哪，是我眼花了！只见
鱼儿河中，一条身长足达到1米多的巨型鲤鱼正飞到空中，旋即砰的一声闷响，落到了岸上。不错，这条鱼估计都得上100斤了，说是鲤鱼王都不为过。我去，好大的鲤鱼呀！我滴个乖乖，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鲤鱼。7岁小孩用一句话就让2名大宗师跪地求饶。小师弟，多年未见，你竟也达到风水天师大圆满之境了。云师兄这么多年了，没想到竟会在周家村再次见到你。你莫非也是冲着周瑜前辈来的？小师弟，你能来找周瑜前辈，莫非我就不能？云师兄，你们到天云市所行所为与正道相悖，我不能让你见周瑜前辈。小师弟，当年你就斗不过我，若非师父青睐于你，这道门天师铜扳指只怕也该传于我。如今许多年过去，你以为你就能打得赢我了？无论斗不斗得过，也不能让你伤害到周瑜前辈。这却是你误会我了。周瑜前辈可是自成一博后700年来唯一的一位风水大宗师，我把他老人家供起来都来不及，怎么会伤害他呢？云师兄，我已不是当年那个会被你随意欺骗的小孩子了。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就此离去，要么我拼着这条老命不要，也要跟你同归于尽。小师弟，既然你执意如此，那就别怪我不顾同门之情了。来者是客，江神月、云从虎，你们都进来吧。晚辈云从虎参见天尊。晚辈江神月参见天尊。起来吧，在我这儿不必那么多规矩。江神月，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想请我去当道门天师，对吧？启禀天尊，之前晚辈还有此想法，但现在晚辈却是不敢僭越了，一切听从天尊定夺。你就是道天云氏的家主。天尊饶命，天尊饶命！晚辈之前不知天尊身份，还以为天尊仅仅只是风水大宗师，这才会派出族里的年轻人试探天尊，但晚辈绝无恶意，还请天尊恕罪。我当然知道你没有恶意，否则就凭你刚才站在砍离2公之位时，我就移取了你性命。起来吧。云从虎，你们道天云氏究竟想到什么古墓，竟非得让风水大宗师出手不可？启禀天尊，我们道天云氏本是为了搜寻商朝时期的5件上古至宝而生，而那5件上古至宝流传到西周皇室后，却莫名失踪。经过我们家族几千年来的探索，终于在1000年之前确定了那5件上古至宝就埋藏在周文王的墓中。所以你们才想请一位风水大宗师与你们联手破开周文王的古墓，好取出那5件上古至宝。根据我们道天云氏一代代的探索，只要有风水大宗师出手，再加上我们道天云氏的盗墓之法，才可以破开周文王之墓，得到那5件上古至宝。你们道天云氏为何会这么心心念念那5件上古至宝？这5件上古至宝究竟有什么用？回禀天尊，晚辈以性命发誓，晚辈也不知道那5件上古至宝究竟有什么用，便是族录志上也无记载的。你连那5件上古至宝究竟干什么用的都不知道，所以这究竟是你祖先们的执念，还是你的执念？是啊，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究竟在寻找什么？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功名利禄之事与我如同浮云，这道门天师我是不会去当的。天尊，晚辈知晓了。不过什么？若是天尊有朝一日想要出山引领道门，晚辈随时恭候。你这滑头，看样子还是不愿放弃啊！天尊，您老人家有所不知啊，近些年来风水道学界除了我那孙女外，几乎没有什么青年才俊冒头。除此之外，诸多风水大师竟没有一个能突破到风水天师之境的。晚辈为了寻找下一任道门天师，真是急得头发都要掉光了。周瑜看了眼他那满头茂密扎起来的白色长发，不禁有些无语。天尊，晚辈还有个不情之请。什么事？说吧。如今当时有前辈您这位风水天尊在，无论是谁担任道门天师，前辈却都是当之无愧的道门魁首。是以这枚道门天师扳指，还请前辈掌管。行吧，那就先放在我这儿。多谢前辈，多谢前辈。你坐下不是收了7个亲传弟子吗？你把他们其中1人培养成风水天师不就行了？再然后等你孙女成了风水天师，你就更不用愁了。卧槽，我本来也才6个徒弟，昨天才收的第7个，这天尊也太逆天了吧，竟然连这都能算到。天尊，晚辈的确有此想法，可是想要培养出一位风水天师何其之难，除非你成了风水大宗师，这么一来，对于那些只差一点点就能突破，却因为天赋不足而一生无望的弟子，你就能进行指点了，对吗？江神月今年快70岁了，
哪里听不出周瑜的弦外之音？闻言，心中不禁狂喜到了极点。我去，这老头是走了狗屎运了吗？竟然可以受到天尊的点拨。江神月，我送你一卦，你立刻参悟，不出1个时辰，你或许就能突破。若还突破不了，我亲自布阵助你。就在这时，大院左边，只见江小茹迷迷糊糊的走了出来。前辈，我刚才做了个梦，梦里好像听到了我爷爷的声音，好奇怪。话说到一半，他忽然一愣：“爷爷，您这么快就来了？”小茹，这几天有没有偷懒啊？没有的，我每天录完节目就都在研读《周易》。最近觉得又有所感悟了。好，这样爷爷就放心了。前辈，爷爷，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小茹，天尊刚才是准备传我大道。哦，这样啊。等等，爷爷你说什么？天尊，爷爷我没听错，哪位前辈是风水天尊？放肆！除了周瑜前辈，还能有谁？我还以为前辈你只是风水大宗师。境界于我如浮云，无论风水大宗师还是风水天尊，其实都无所谓的。怪不得周瑜前辈能7岁就成就风水天尊之境，光是这种淡泊自然的心态，我就远远比不了。好了，江神月，我问你，你所研究的卦象可是乾卦与坤卦？回禀天尊，晚辈研究的正是乾卦与坤卦。那好，我问你，乾卦之中，或开而视之，或合而避之，此卦怎解？先从其志，则百合贵微，而与道相合。不错，那若百之者料其情，合之者结其成，又该何解？这一下，江神月明显的想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百者，或百而出之，或百而内之；合者，或合而取之，或合而去之。那若变动阴阳，诸时开闭，却该何以化万物？江神月却是浑身脸上展露出极度不可思议之色。他万没想到，周瑜仅仅只问了2句话，再结合他的回答，就能发现困扰了他20来年的瓶颈。还请天尊指点。玄清若上，纵横为出，以此便可解乾坤2卦中的6、3卦象。江神月呆立当场，只觉脑海之中犹如万道雷霆劈过，那些令他无数个日夜辗转难眠、万般求解却无法突破的瓶颈，竟是在这一瞬间被齐齐冲击而开。多谢天尊传道。无妨，趁着这个机会，你快去好好消化吸收那些心得的感悟吧。7岁小孩仅用1句话就收服了一只凶恶的大老虎。一大早，村民们全都聚集在了村广场。哈哈，玄叔公您不知道，我家娃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了。二狗，你不也是天天盼着这一天吗？还好意思说你儿子？我不像二狗，我不遮遮掩掩的。我周虎子实名表示兴奋。这可是咱们周家村延续了600多年的传统啊，这传统可不能丢。咱们就是想丢掉这传统，那也不可能啊！这么好的传统，再多来几个都行，哈哈。只见村广场上，村民们激动无比的议论着，周瑜则带着慈祥的微笑，瞧着村民们。小茹姐姐，咱们这是要去干什么？真笨，你这都看不出来吗？那到底是要干什么？问得好，我也不知道。周瑜前辈，我们这是要去干啥？都这么明显了，你们还看不出来吗？不瞒前辈您说，我们真的看不出来。但要是猜一猜的话，我瞧见有些村民带了烤架，难不成我们是要去野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周家村的烧烤节。这前不久才过了夏庚节和渔获节，哪儿有那么多节日啊？也罢，告诉你们吧，我们这是要去青牛山的后山修木屋。江小茹和夏嫣然闻言不禁同时瞪大了眼。修木屋这是干嘛啊？有什么好激动的？你们想必也体会到了熊猫市及其周边的夏天有多热。现在我们有空调，倒是不担心什么，但在古代，周家村的先人们可就没有空调了，甚至连冰窖都没有。顿了顿，他继续道：所以600年前，我们周氏宗族第10代的族长，通过观察周围的山川和河流，最终发现了一个绝佳的避暑宝地。那个地方位于青牛山和子虎山所形成的峡谷处，还有一条小溪，夏天非但能挡住绝大部分阳光，而且那小溪是通往山中的地下河，哪怕是夏天，河水也是凉丝丝的。天哪，这也太棒了吧！听着就好爽啊！周家村的人也太会享受了吧？这是要去那峡谷里露营吗？烧烤架都带上了，再弄点农家原生态无污染的猪肉、牛肉、羊肉，以及鱼儿河里钓起来的鱼，光是想想就流口水。此刻周家村上千人浩浩荡荡跟着周瑜朝着鱼牛峡的方向走去，很快就到了鱼牛峡。在周瑜的指挥下，村民们一一分工，热火朝天的干起各自的活来。忽然，周瑜似是发现什么，目光陡然向面前的小溪中看去。难不成这是什么宝物？他想了想，单手扣住乾坤大印，进入了无物不算的状态。紧跟着，他的眼神陡然变得虚无缥缈起来。忽然，周瑜却浑身狠狠一震，脸上浮现出惊慌失措的表情，额头更是开始迅速冒汗。身为风水天尊，周瑜此时的直觉已然无比准确，他立刻就意识到，只要再算下去，自己性命都会有危险。
咦，等等，不对劲！以我目前风水天尊的境界，能让我算不到的宝物可谓是少之又少，而这样只是简单尝试推演一下，就差点令我遭到反噬的宝物，只有可能是跟周氏宗族起源有关的5大上古至宝。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在不损坏到那上古至宝的情况下，将之从这鹅卵石里取出来。忽然只听传来了一阵阵惊恐的尖叫声，只见一只身长足足达到2.56米的花斑猛虎正扶着身子，以攻击姿态面对着村民们。妈呀，这么大一只的野生老虎，这他妈也太吓人了！坏了，周瑜有危险，周瑜快跑啊！来不及了，那老虎距离周瑜更近，村民们距离周瑜更远。他即便是现在跑向村民们，那也来不及了。而村民们哪怕想过来保护周瑜，也不可能跑得赢。话说这老虎到底是怎么出现的？难不成是被烧烤的香味吸引过来的？只见那老虎又一声大吼了一声，声音中充满了凶恶之意，双目涌动着饥饿的红光，目光直直的着周瑜。周瑜叔公，您快过来！妈的，老子就是命不要了，也不能让这老虎伤到曾叔公。这山里不是很早以前就没老虎了吗？这老虎哪来的？不管了，保护曾叔公要紧。就在这时，一道淡然的声音响了起来。畜生，住手！紧跟着极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本来凶恶无比的老虎在与周瑜对视一眼后，目中竟是陡然露出了极度的恐惧和臣服之意，甚至虎躯都开始不住的颤抖起来。周瑜刚伸出小手，这老虎竟是主动就将脑袋蹭了上去。对，听话才有肉吃。村民们瞧见这一幕，不禁都是惊呆了，瞬间对周瑜佩服到了极点。还得是玄叔公啊，居然连山里的老虎都听他老人家的。是啊，哈哈哈，刚才可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太厉害了，这也是曾叔公在风水道学上的本事吗？我靠，我看到了什么？这特么确定不是在拍电影！天哪，周瑜为什么能把这么凶恶的一只野生老虎给直接降服了啊？这也太牛逼了！前面的降服老虎算什么？你要是见过周瑜摆个法阵就让900多斤鱼自投罗网的那一幕的话，估计这次就不会感到这么震惊了。周瑜拍了拍那老虎的脑袋，旋即指了指自己的一旁，示意他到旁边守着。这老虎竟是十分乖顺的起身，走到周瑜的旁边，就此趴下。村民们见状，个个脸上都露出极度惊奇之色。二狗，提一桶肉给他救鸡肉吧。周二狗小心翼翼地问道。玄叔公，这个我们这次带了3个月大的雏鸡的肉和2年半以上的老母鸡的肉，喂哪种肉给这只大老虎？说着，他声音都在微微颤抖。二狗子，你多大个人了，怎么还怕老虎呢？放心，他已经被我收服了，不会再吃人了。况且最近几十年也没听说过有谁上山失踪了。这老虎只怕还没吃过人。至于鸡肉嘛，还是拿2年半以上的吧，太嫩的鸡肉估计都不够这老虎磨牙的。好，玄叔公，我这就去，哈哈。玄叔公，好消息啊！是不是沃变德投资公司的股价开始大跌了？对，这才开盘不到1个小时，沃变德投资公司股票就已经下跌了1/10了。我操，神了！沃变德投资公司的股价真的开始下跌了，莫非周瑜就是下一个投资之神？完了，后悔了，我该跟着周瑜做空的。我为什么一直在犹豫，一直在观望呢？我都怀疑我脑子是不是有病了。哈哈哈！一开始用200万加了5倍杠杆，跟着周瑜做空的表示，这次直接财富自由了。羡慕啊！你哪怕就赚个1000多万，光是存银行，1年利息都有几十万了，花都花不完。跌了，沃变德投资公司的股票又开始跌了。老天爷啊，这跌的也太快了，这才刷新了一次，怎么都跌回3.2美刀一股了？天阳啊，电脑带了吗？带了，还带了移动电源。这云牛乡附近信号不错，用无线网卡也可以上网。你先准备好吧，马上我们就结束这次做空。周瑜则拿出了手机，关注着沃变德投资公司股价的变化。1.93美刀，1.62美刀。见沃变德投资公司的股价下跌到1.35美刀时，周瑜果断开口：天阳，就是现在，购入1.37一股。周天阳早就准备好了，闻言迅速的开始操作。玄叔公搞定了，接下来将这1.37一股全都偿还给那外国证券公司。闻言，周天阳又是一顿操作。天阳，咱们这次一共赚了多少？玄叔公，咱们这一次一共赚了189个亿。周家村一共300多户，要是平均分下来，每一户都能分到接近6000万。这么说来，我们周家村倒是可以家家户户都修别墅了。非但是修别墅，超市、饭店、医院这些也可以集资修出来了。老天爷啊，玄叔公，您老真是太厉害了！嘿嘿，这下我可以去讨媳妇儿了，到时候去城里买套房，村里再修套别墅，别提多爽了。哈哈，以后咱们村个个都是有钱人了。没错，我们周家村从现在开始已经超越宋家村，成为10里8乡最富的村子了。恭喜宿主作为周氏宗族的族长，在带领全村赚钱的过程中，使得周家村至少有100户人家的资产突破1亿。
奖励未来商机一条，莫达游戏公司即将发售的一款名为《圆周穷》的手游，将在正式发售1个月后就登顶全球手游畅销榜第一。目前莫达游戏公司急需30亿资金，并愿意以此付出49%的股份，请宿主抓住机会。这个世界跟前世不同，手游产业可谓是极度发达，最顶尖的手游1年的营收甚至能达到2000亿。要是这一次能带领村民们成功投资了这莫达游戏公司，得到49%股份的话，那一等游戏上线，每年躺着都可以分上千亿。对了，曾叔公，接下来咱们投资啥呀？只要你一句话，我就是把这次赚到的全副身家拿出来都行。是啊，玄叔公，我现在就盼着继续跟着您投资呢。嘿嘿，曾叔公的眼光那可是100%的准。现在网上都有很多人称呼咱们曾叔公为股神了。那是曾叔公走过的桥，比我们全村人加起来走过的路都还多。什么是没见过？眼光不准才怪了。周瑜倒是万万没想到，他刚想找个机会让村民们再次出资，没曾想村民们自己就提了。投资项目嘛，肯定是有的，而且还很多。目前最适合的，则是投资一家叫莫达游戏的外国游戏公司。众村民都是好奇的睁大了眼，村里那些20来岁的年轻人却是陡然兴奋起来。投资游戏公司，这可太酷了！这一次总共需要30亿的资金，大家平均出就行，每户出1000万，谁也不准多出。村民们闻言，自然都是热烈的响应了起来。好了，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就都回村吧，然后家家户户都按着各自投的钱去天养那分这次投资所得。第二天一大早，玄叔公，好消息，今年的高考成绩出来了，咱们村出了个市状元。好，是哪家的孩子这么有出息？嘿嘿，当然是。周二狗本来想故意卖个关子，可周瑜抬头望了望村子的西北边，是不是周虎子的大儿子周黑熊？真是神了，玄叔公，您这都能算得到。可惜啊，二狗子，你在风水道学上没有天赋，否则跟着我几年，你也能这样轻松算到。玄叔公，我也想啊，可就是学不会。罢了，你继续去通知其他家吧，我这就去周虎子家看看。黑熊啊，你是准备去水木还是为民啊？听说学校要奖励你20万，真的假的？好孩子，有出息，真给你爹长面子。岂止是给他爹长面子，简直是给我们全村都长了面子啊！对啊，哈哈，周围这十里八乡的，好像周黑熊是第一个市状元吧？黑熊，你今年已经满18岁了吧？现在也已经毕业了，准不准备找个女朋友？周黑熊个子太高，一眼就瞧见了正走过来的周瑜，顿时惊喜到了极点。老祖宗，您来了。好孩子，真是好孩子，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奖励？老祖宗，我不想要物质上的东西，但是他说着有些胆怯，竟是说不下去了。我不要物质上的东西，那是想要啥？让我给你算算未来的运势，还是什么？好孩子，想要什么，你说就是了。周黑熊闻言，似乎鼓起了勇气。老祖宗，上次您送了2句格言给周亚索，我可太羡慕了。还有您给周琴学的诗，我也很喜欢，所以我也想要一首诗或者一段那样的格言。周瑜脸上不禁露出欣慰的表情。像这样只看重精神不图物质的年轻人，现在可谓是越来越少了。想要一首诗吗？好，真的可以吗？我真的能得到一首诗吗？太好了，谢谢老祖宗。天哪，我等了这么久，终于又能看到周瑜作诗了。我也是，周瑜的诗我全都会背，而且越背越觉得他有才。这算什么？威明大学和水墨大学早就成立过一个专家团队研究周瑜的诗词了。这孩子刚考了市状元，马上又能得到周瑜的诗，羡慕啊，太羡慕了。这时只见周瑜缓缓开口：天生我材必有用，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的天，我头皮都在发麻，这写的也太好了。天生我材必有用，梅花香自苦寒来。好啊，真是好。周瑜的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为什么每次都能写出这种传世级别的诗句啊？这就是天赋，上天赋予的才华，我们这些凡人怎么能够理解？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好一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叔公，您老人家真是太有才了，哈哈！玄叔公不愧是玄叔公。老祖宗这是在勉励我，让我不要骄傲，要向着未来更大的成功迈进。谢谢老祖宗。就在这时，周瑜目光却忽然一凝，看向村口的方向，脸上露出了极为意外的表情。不好，这是……掐指一算后，来不及多想，看向周二狗。二狗子，你快带几个人赶到村口去。周二狗闻言也不敢多问，当即一声招呼，带着几个20来岁的小狗，就急匆匆地冲出了周虎子家。叔公，这是怎么了？周瑜又掐指算了一卦，微微松了口气，他不愿破坏这喜气洋洋的氛围，笑道：没什么，你们忙你们的，我去村头办点事。周瑜
直接朝着村口的方向赶去。刚走出村口，就听远处响起了一道道或担忧或愤怒的吼声。周云间，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什么事想不开你要去跳河？小云，我记得你从小就是个旱鸭子吧？现在正是汛期，你这真要跳下去，那还得了？云间，不是二狗哥说你平时挺开朗一个人啊，怎么突然就变成这逼样了？想不开，我没有啊，你们在说些啥？周瑜瞧见周云间安然无恙，不禁彻底松了口气。周云间此时也瞧见了周瑜，不禁大喜。玄叔公，救救我！二狗哥他们发疯了，突然就把我从河岸旁拉了下来，您快管管他们。周瑜叹了口气，走了过去。玄叔公，晚辈能问问，是晚辈犯了什么错吗？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那您为什么要让二狗哥他们？他话到一半，周瑜却打断他道：“你最近是不是在感情方面遇到了一点困惑？”只见此时，刚才周云间坐过的河岸，竟是开始崩塌。周云间瞧着这一幕，更是只觉头皮一阵阵发麻，一股后怕到极点的恐惧瞬间笼罩了全身。好险！要不是刚才玄叔公让二狗哥他们赶过来把我拉了下来，我只怕……二狗子等人还以为周云间是想不开要跳河，他们本来正疑惑，瞧见这一幕，也是瞬间对周瑜佩服的五体投地。玄叔公，要不是您，我这条命只怕就交代了。周瑜风轻云淡般的一笑：“无妨，你起来吧。”周云间此时颇为忧愁的道：“玄叔公，晚辈其实是有一个人生难题，不知该如何解决，这才会独自一个人跑出村子，坐在河岸上，想把这难题给想通。”我知道是感情上面的问题吧？你说说，我来给你解答。此时，导演刘简、江小如、河夏嫣然也跟在后面赶了过来。听见周瑜竟要帮这颜值极高的年轻人解答感情问题，都不禁愣住了。节目直播间中，弹幕也瞬间爆炸。我操，不是吧？周瑜再怎么厉害，再怎么成熟，但也只是个7岁的小孩子啊，他怎么可能懂感情方面的事？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周瑜哪怕懂风水、懂投资，还有着千年难遇的才华，但感情这种事，最看的毕竟是人生经历。周瑜才7岁，怎么可能真的懂感情？哈哈哈，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学渣给学渣讲题吗？一个乐意讲，一个乐意听，愿打愿挨。玄叔公，我暗恋一个女孩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我却觉得她不喜欢我，我又不敢鼓起勇气去跟她表白。而就在这个学期放假之前，我在学校外面的商场里看到她跟一个男生在一起吃饭，还有说有笑的。所以你这算是失恋了？周云间满脸黯然之色。是啊，那个女孩子叫宋小追，我快读大3了，也暗恋了她2年了，没想到她却跟别人在一起了。周瑜不禁哑然失笑。这小子长得帅，一品又好，还以为这是个情场浪子，没想到却居然这么纯情。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既然暗恋了他足足2年，几乎是大半个大学时光，那么你为什么不去追他？玄叔公，不是我不想追他，之前的我因为家里穷，太自卑了，我设想过，哪怕就是追到了他，但比如周末的时候跟他出去看个电影、吃个饭，我可能也负担不起，因为我1个月生活费只有500。周瑜柔声道。所以你是觉得好不容易家里有钱了，你喜欢的这个女孩子却成了别人的女朋友，所以你才会这么伤心的，对吗？周云间使劲点点头。要是过去2年，我家里有这1000多万，我早追她了，只可惜。说着，他俊朗温润的脸上不禁露出深深的落寞之色，声音也低了下去。玄叔公，我喜欢她，特别喜欢她。从大学见到她的第1眼开始，我就觉得这辈子即便什么也不要，我都要跟她在一起。可是你了解她吗？我跟宋小追虽然是一个社团的，但我因为自卑，加了她微信后也没怎么聊过。那你为什么非要觉得你一定得有钱了才能去追她呢？你知不知道有的女孩子是不看物质的，只要喜欢你，哪怕跟你一起吃苦也愿意。当然，可能在你的心里，你宁愿不跟她在一起，也不想让她跟着你吃苦，对吗？周云间豁然抬起头，目中露出极为动容之色。玄叔公，您怎么知道我是这么想的？她物不物质我不知道，但我真的不想她跟着我一起吃苦。这么痴情还这么有担当的小哥哥，不如来当我男朋友算了。前面的你在想屁事，他的心已经属于宋小追了，不可能再爱上别人了。话说回来，周瑜到底要怎么替他这个晚辈解开这心结呢？好不容易家里有了钱，喜欢的女孩子却有了男朋友，这心结也太难解开了。我觉得周瑜做不到。也罢，你有他的照片吗？如果有的话，我倒可以帮你算算你跟他还有没有缘分。闻言，周云间立刻拿出手机，极为熟练地点开了相册，将手机递到了周瑜面前。玄叔公，这个就是宋小追。可以啊，你小子眼光不错啊。喜欢就去追嘛，有男朋友又算什么？魏武遗风懂不懂？周瑜却无奈的道：二狗子，索性你老婆爱你，不然就你这种想法，不知道得多吃亏。二狗子缩了缩脖子，立刻低下脸来。玄叔公，我错了。知道你哪里错了吗？不知道。周瑜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能因为有人去挖墙脚就背叛现任，那即便他们跟挖墙脚的在一起了，以后也大概率会因为别人来挖墙脚而又毫不犹豫的背叛。二狗子听到周瑜的话，也是浑身一震，顿时恍然大悟了过来。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说着，他马上看向周云间。云间，你还是别听哥的了，哈哈。我本来就没准备去挖墙脚，而且我虽然对宋小追不了解，但我知道她绝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女孩子。别着急，我这就给你算算。只见周瑜单手按扣乾坤大印，瞬间进入了无物不算的状态。片刻后，放心吧，你跟宋小追的缘分还没尽。真的吗？玄叔公您没有哄我吧？二狗子没好气的给了后脑勺一巴掌。怎么跟玄叔公说话呢？咱玄叔公向来一言九鼎，会逗你这么个小妹妹。7岁小组长开导为情所困的少年，不料这男孩刚走，暗恋的女孩竟然找上门来。玄叔公，我来看望您老人家了。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是不是村里又出什么事了？玄叔公，是我这表妹，最近她天天情绪低落，整个人都快抑郁了。问她什么，她也不说。她爸妈怀疑她是不是被脏东西缠上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您老一定要帮我表妹看看。哦。小妮子，你是不是遇到了感情上的问题？没关系，可以跟我说的。玄叔公，我的确是失恋了，但是没有完全失恋。怎么说？我在我们学校的社团里认识了一个男生，我悄悄喜欢了他2年，但是无论我怎么暗示他，他却跟个榆木脑袋似的，就是不主动来追我。哦，这男生难不成就是周云间？然后就在这个期末，我亲弟弟放暑假了来找我玩，恰好被我喜欢的那个男生看到了。所以你是怕他误会你有男朋友了，这样就更没办法跟他在一起了，是吧？对的，他长得可帅了，我真怕他以为我有了男朋友，转头就去找别的女生。你喜欢的那个男生是不是叫周云间？是的，玄叔公，您怎么知道？您刚才算出来的吗？周云间就是我们周家村的。天哪，这也太棒了吧！互相暗恋，彼此都很在乎，这就是传说中的双向奔赴吗？之前我还以为周云间是舔狗，现在看来我错了，两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暗恋着彼此。快，周瑜，你倒是快告诉宋小追，周云间其实也喜欢他，还因为误会他有男朋友而伤心了好久。小妮子，你知道吗？其实周云间也……周瑜刚刚说到一半，忽然只听周云间的声音于远处响起：“玄叔公，虎子哥让我过来，说请您过去。”宋小追娇躯微微一颤，也立刻听出这是周云间的声音，转头望了过去。周云间看见宋小追在这儿，也忽然愣住了，一瞬之间，他的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道：“宋小追，你怎么？”周云间同学，你好。我操！我要是周云间，老子绝对直接冲上去表白了。表白啊，周云间，你他妈还是个爷们呢，趁现在快表白啊！表白什么？他现在都还误以为宋小追有男朋友呢。宋小追，周云间同学，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我也喜欢你。那你可以揍我。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宋小追，我喜欢你，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愿意，我愿意。下午，周瑜院内，只见一位30多岁的女人，满脸受伤。方怡见到周瑜，就哭嚎道：“玄叔公，您可要给我做主啊！”江可霞，你这是怎么了？周青驴那混球对你动手了？不，没有，就他那耙耳朵的样，我打他还差不多，他是不敢打我的。我这是在来的路上摔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玄叔公，我家那口子您也知道，本来是个老老实实的人。我们家不是开着那小卖部吗？我负责当前台，他就负责拉货。他其实更辛苦，但这么多年了，却从没有过一句怨言。可是我没想到，他居然出轨了。我记得你们家第一次投了30多万吧，扣掉这次要投资的1000万，你们家也有快2000万存款了。周青驴这小崽子，难不成一有钱就到处浪了？江可霞委屈的点点头。我们家不是有钱了吗？就准备开个小超市。他昨天下午说出去谈买铺子和进货的事，一整宿没回来。今天明明胡子家办升学宴，他也没来。到了晚上他才从镇上回来，我看他喝得醉醺醺的，而且他的白衬衫上居然有女人的口红印，衣服上还有棕色的长头发。我操，渣男太恶心了，这必须得好好教训教训啊！别慌，周瑜身为村里辈分最高的存在，肯定会很公正的主持这件事的。我靠，这么刺激，细说下口红和发丝。前面的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这种时候了还开玩笑。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去，你让周青驴来见我。玄叔公，我求您件事儿。你说吧。就是我家那口子对我挺好的，哪怕他出轨了，我也不想跟他离。您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不要再出轨就行了，不要叫他跟我离婚，行吗？
周瑜眉头一皱，出轨这种事只有0次和无数次，虽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但都这种情况了，我劝你还是离了好。江可霞听见周瑜的话，脸上不禁露出了犹豫之色。周瑜见他这副模样，不禁叹了口气，悄然掐指一算，小霞，你怎么找到玄叔公这儿来了？你听我解释啊！他方一见到周瑜，不禁就是浑身一震。玄叔公，小霞，你这是怎么了？谁打的你？你跟我说，老子去跟他拼命！哼，老娘自己路上摔的，咱村里谁没事会对我动手？倒是你还有脸跟过来呢？不去找你那小情人了？青驴子，你好好说说，你昨晚跟今天上午干什么去了？玄叔公，我昨晚跟镇上的一位姓刘的老板喝酒，晚上我跟他喝了一个通宵，然后一觉睡醒，已经是第2天下午了。我匆匆忙忙的赶回家，我也不知道怎么的，我这衬衫的衣领上多了个口红印，领子里还有根棕色的长头发。驴子，你骗我没事，咱们玄叔公可是风水天尊啊，你到底出没出轨？玄叔公掐指一算就能算到。好了，我已经算到了，周青驴没有出轨。玄叔公，那您老知道我这衬衫上的口红印和头发是怎么回事吗？对于这个真相，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玄叔公，您说吧，只要能还我清白就行。你是不是有个高中同学叫刘散哲？对，玄叔公，您怎么知道？我可是在外地读的高中啊。刘散哲，好熟悉的名字。这次准备卖铺子给我们的那个刘老板，好像就叫刘散哲。这就对了，根据我算出的卦象，这口红印是刘散哲给你弄出来的。玄叔公，您的意思是我被一个男人给亲了？没事的，老公，即便你被男人亲过，我也不会嫌弃你的。可玄叔公，这是为什么？我之前根本不认识刘老板啊，他为什么要亲我？这件事说起来就复杂了，简而言之，他是你情敌。哦，我知道了，真相只有一个。那你说说看。刘散哲身为江可霞的高中同学，肯定是从高中起就在暗恋江可霞了，只是由于学业或者其他的原因，一直不敢大胆的向她表露自己的心意。江可霞，你觉得我说的对吗？我不知道啊，我都快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了。你不记得他可是一直记得你呢。这一次，刘散哲不知从哪儿得到了你们夫妻准备买个大铺子开超市的消息，就主动联系上了你老公。与此同时，他肯定十分了解你刚烈的性子，知道你眼里容不得沙子，一旦误会你老公出轨，你就无论如何也会离婚。是啊，依着小霞的性格，要是我这次真出轨了，只怕无论我怎么哀求，小霞也是肯定要跟我离的。刘散哲这铺子，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买了。老公，你放心，我心里只有你一个，管他什么刘散哲宋散哲的，我都不在乎。这样才对嘛，你们是夫妻，正所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以后闹矛盾，不要一开口就提离婚，得好好交流交流，明白吗？明白了，玄叔公。姓宋的，你到底要不要脸？别以为你在宋家村姓宋，我就怕你。刘三驴，我告诉你，你就是再蛮横也没用。现在咱们闹到玄叔公这儿了，你可别想再冤枉我。宋范谦、刘三驴，你说你们都是宋家村的，吵什么吵？差不多得了吧？对呀，给我老周个面子，握手言和，怎么样？已经有人跑去叫玄叔公了，待会儿玄叔公真来了，只怕你们之中的某个人可就受不了场了。哈哈哈！瞧瞧，曾经在10里8乡最豪横的宋家村的村民们，现在闹了矛盾，都不找自家村子里的人主持公道，而是来找我们玄叔公。玄叔公来了！哦。周组长，我今天真是太憋屈了，您一定要给我主持公道啊！你们都起来，好好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周组长，您可能不知道，我家是开养猪场的，养了差不多1000多头猪，本来生意红红火火，日子也越过越好。可是玄叔公，您别被这孙子蛊惑了，我家也是开养猪场的，养的猪虽然没有这龟孙的猪场多，可好歹也有700多头。但就在昨天，姓宋的，你到底要不要脸？被毒死的是我家的猪，又不是你家的，怎么你还一副你是受害者的样子？正因为是你家的猪被毒死，所以我才得说清楚啊！要是我是吃亏的那个，到时候嫌疑在你身上，老子一句话都不会说。一头即将出栏的猪能卖到2、3千的，死了1000头猪，这是接近200万的损失。周瑜稚嫩的脸上不禁露出严肃之色，看向宋范谦。看在你好歹算我半个远房晚辈的份上，你老实跟我说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干的？如果是你干的，就去警司局里自首，或者如果赔得起的话，就好好赔偿刘三驴的损失，争取一个私下和解。玄叔公，我虽然认识您，但您老可能之前不认识我。我这个人在宋家村不说有口皆碑，但也算公认的好人，我怎么可能去做那种恶毒的事？
姓宋的，你放你娘的狗屁！就你还人品好呢？去年有客户来我们村收猪，明明都到我猪场里参观好，跟我谈好要买500头肉猪了，你却不要脸的直接堵在我猪场门口，硬生生把我这生意抢了过去，你这能算人品好？说不好听的，你有个屁的人品！刘三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次明明是钱老板自己看上了我们猪场的猪，我养的猪就是比你的好，这是你自己没本事，而且我从来没堵在你们猪场拉过生意过，你却一直用这件事污蔑我，你真是做的太过了。污蔑你？那你倒是说说，我这1000多头猪为什么会被毒死？整个宋家村乃至周围10里8乡，除了你，又有谁会闲着没事干毒死我的猪？眼看两人一言不合，就要有大打出手的迹象，周瑜不禁沉声道：“都闭嘴！”一瞬之间，宋范谦和刘三驴都是低下了头，再也不敢说一句话。周瑜轻叹了一口气，已然单手扣上了乾坤大印。下一刻，只见周瑜浑身狠狠一震，脸上露出极度不可思议的表情。刘三驴，根据卦象，你那1000多头猪是你自己毒死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卧槽，刘三驴，你他妈自己毒死自己的猪，反而诬陷我啊！玄叔公，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自己下毒毒死自己的猪？卦象就是这么显示的，你等等，我再算算。下一刻，周瑜忽然睁开了眼。刘三驴，你昨天是不是在子虎山的后山腰割的猪草？没错，周组长，您老人家连这都算得出来，这也太厉害了。这倒不算什么，但这次你却是实实在在的犯了个大错，你知道吗？有一种含有剧毒的草，名为蝉枝草，一滴汁液就能毒死1头大象，就是这蝉枝草毒死了你的猪。蝉枝草，我怎么从来没听家里的长辈们说起过？这很正常，这种草本来已经灭绝的差不多了，没曾想偏偏被你给遇到了。周卡莎，去周大葱家里拿些晒干的山楂片过来。好嘞，叔公您稍等。突然，就在这时，异变突生，只见刘三驴忽然露出狰狞无比的神色，单手掐住了自己的脖子。三驴哥，不过就是200来万而已，你没必要这样啊！大不了我明年分几百头猪仔给你就行了。你不是还有不少存款吗？明年好好养1年猪，就能把今年赔的成本全赚回来的。刘三驴十分艰难地对他露出一个看智障般的眼神，却还是掐着自己的脖子不放。三驴哥，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实在不行，我今年的猪分你200头，这总可以了吧？什么都比不过命重要啊！刘三驴闻言，反而另一只手也举了起来，狠狠朝着自己的脖子掐去。200头不够吗？那就350头，我们1人1半，这下总含了吧？算我求求你，你可千万别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啊！忽然，刘三驴大口喘息，脸色更是迅速发紫。也就是在这时，周卡莎终于拿了山楂片过来，周瑜将之接过，塞到了刘三驴的嘴里。那瞬间，他的双手忽然放了下来，脸色也恢复了红润。多谢周组长。旋即，他看向宋范谦。就特么1000头猪而已，谁会这么蠢想不开？我刚才那是毒发了。那就好，那就好。之前没看出来，你这家伙人其实还挺不错的，至少没有对我落井下石，也没有幸灾乐祸。哈哈，我早跟你说过我是好人了。之前是我冤枉你了，我给你道歉。这样以后但凡有采购商来我们村，我都优先把他们推荐到你那儿去，等你的猪卖完了，再让他们来买我的。说完，刘三驴看向了周瑜。周组长，您这次可是救了我的命啊！以后您但凡有什么吩咐的，只要您一句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去做。这倒也没有什么，但你切记，回去之后每天都得吃1公斤山楂，就是再酸也得吃，至少连吃1个星期后才行，懂吗？好，听周组长您的。